小祖宗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可担心死人了，东家都问了好几次了。放心吧，平安哥，我可不会主动去惹事儿，这不好好的回来了。那会儿出去的时间刚刚好，你是不知道，小豆子送过来才没多久，就有2个人过来了，不是之前一直在街上溜达那2人，把后院所有的病房都搜了一遍呢。什么？有人过来搜了？就是这小子刚送来的时候，你没看他的脚上跟你之前一样用木板固定着的吗？就是为了应付那2人。其实那2个人主要就是来看隔壁那位的，正好我们之前熬的药里有安神的效果，他们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以为人还没醒，没停多久就离开了。那2人没找你们麻烦吧？没有，这里只是医馆，并不是那些人的目标，那些人轻易不会向我们这些人发难的。那2人后来去哪里了？会不会还过来找麻烦？听说是要去附近的村子里找找，他们断定要找的人听到风声躲起来了。那2人还在镇上找人打听了不少关于你们家的消息，这是我听给医馆送柴的小马哥说的，他们应该对你们家的每一个人的特点都了解得很清楚。那就是说把我家亲近的人家全都打听清楚了吗？这镇子上知道自家在山里住的人还是有的，特别是齐大夫以前的岳家，赵家人和花媒婆可是去过自己在山里的住处。谁说不是呢？那2个人身上可是有腰牌的，咱们这些小老百姓还不是问啥说啥。房间里的兰草其实是将平安的话听进去了的，他现在不怕镇上人说什么，只怕赵家人或者花媒婆把剩下2人引到山上去。要不要去赵家走一趟？如果那些人真的上山了，我是不是早做准备？说干就干。嘿，2位大人，喝酒喝酒，小的给您2位满上。算你有眼力劲儿，正好趁这回有空，你给我们说说画像的这个人吧。是，这画像上这男娃娃姓风，是个张扬跋扈、下手狠辣的人呢。你说的这还真没错，他人在县城上就是街上的一个小恶霸。对，就是恶霸，上次带了好些人砸了我家的房子，还打伤了我们一家人呢，尤其是我的儿子和老母亲，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，光是医药费都花了好几两呢。那这小子确实是过分了，你们放心吧，等我们找到了人了，一定要把人抓进大牢替你们出气。2位大人有什么需要小的跑腿的，只管吩咐，给大人当牛做马，是我们兄弟求之不得的。好说好说，肯定是有用得着你的时候的啊。只是听说他们家住在镇上，我们并没有在镇上找到人，这不就在村子里面打听一下吗？他们家住镇上，不是应该住山上吗？你们确定他们一家人住在山上吗？是，我们确定那家人确实住在山上，我家那小子之前还去过呢。好，吃过饭你们带路。大人们吃，小的去看看灶上的鸡炖好了没有。此时的兰草正低头看着手里的2个纸包，一个是养阳粉，一个是迷药，他在纠结把哪一种药放到那一锅鸡肉里。要不全放了？算了，还是上养阳粉吧，只是不知道1包够不够。应该够了吧？要不还是2种一起上吧，万一养阳治不住他们呢？于是兰草直接把手里的2包药全都倒进了那锅鸡肉里面。等到赵老大来到灶房端鸡肉时，兰草已经又爬回了树上藏了起来。你们家这鸡炖的还真不错，比我们以前吃过的都要香呢。还真没吃过这个味儿，真香啊！让你的婆娘再杀一只炖上，我们一会儿离开这带走。赵老大有些傻眼了，他原本只是想借着眼前2人的手收拾封家人，从没想过要搭进去那么多东西。赵家兄弟2个虽然有些不愿意，但是看看2人腰间的佩刀都不敢反抗，只能磨磨蹭蹭的出去抓鸡。就在2人出门的时候，
两个官差没一点声息的就倒了下去。趁着赵家人在后院闹哄哄的抓鸡，兰草再次跳到院子里，然后摸到两个官差身边，将两人收进空间之后，兰草这才转身离开赵家。根据刘叔提供的信息，昨夜放火折磨他的一伙5人全都抓住了，接下来他打算把这2个人带到山上去，交给先生和丰盛来处理。这大人去哪里了？怕不是上茅房了吧？2位大人可是喝了不少酒呢。赵老二说着，一只手伸向盆里。跟在2人身后的赵家小子们一个个全都忍不住了，争先恐后想在盆里捞一块肉吃。于是没过多长时间，一家人全都昏迷不醒了，只有被安置在杂物间重病的赵老太还在低声叫骂着。自从赵老太上次被兰草挂到树上半天之后，回来就一病不起，再加上家里人见他再也不能弄来钱，便将他扔到杂物间不管不问，也不请大夫给他看病，现在早已经病入膏肓。村子里的人也闻到了从赵家飘出来的肉香，只是那2个带刀的官差还是挺吓人的，谁也不敢往赵家这边凑。直到赵家灶里的柴火掉出来，点燃了整个灶房，然后又烧了其他房间，村里人才觉得出了大事，赶紧组织人过去救火。一家人在最后一刻被村里人给救了出来，只是他们一个个全都人事不省。等到村里人想到还有一个赵老太时，这才发现这个老太婆早已经被熏得没了气息。姑娘回来了。先生和小叔呢？在后面的窟洞里呢，不知道忙些什么。我去看看。先生，小叔。小草，你没事吧？急死我了。小叔，我不是挺好的吗？没有受伤。没受伤就好，吓死人了。以后可不许这样了。如果你出了事，让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？知道了，小叔。你看，我把他们2个给带回来了。这是那2个官差？是的，他们跑到赵家庄找小叔，结果被我给压倒了。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？不是说不要你轻举妄动了吗？我胆子不大呀，先生，都没敢动手断了他们的手脚。哼，你胆子小，骗鬼呢！行了，回去休息吧，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吧。先生，我明天还要去镇子上，刘叔还在那里呢。兰草其实是想下山收拾赵家人，那些人太坏了，如果不是自己动手快的话，指不定就把官差给带到山上了。也好，这次找来的人全都抓到了，山上反而有些乱糟糟的。我也不拘着你，不过在山下要注意安全。先生和小叔放心吧，我晚上就会回到山上来。好，你快去洗洗吧。今天是不是吓坏了？我听先生说了，咱们家被一把火给烧没了，那个家什么都没有了。家怎么会没了？你在，我在，大叔也在，这个家怎么就没了呢？没的只是房子而已，我们一家人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是我给这个家里带来了危险，却在关键时刻躲在这里，真是太没用了。当当，小叔你看，我把这个给你带回来了。这里面全是他收藏的珍贵东西，银票、地契、房契、卖身契，还有珍贵的礼物。有秦老爷和丰年给的，也有自己攒下来的，几乎是他所有的家底。没想到被这个小丫头给弄了回来。谢谢你啊，小草。谢啥？今天的事情能这么顺利，完全是因为我是个孩子，没人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取巧而已。对了，小叔，那些坏人可是说了些什么？哼，那群禽兽，官匪勾结好些年，像咱家的事情，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了。有人在明面摆谱，其他人在暗地里行凶，已经坑杀了好几家了。这么说，正是因为有那2个官差在前面挡着，所以里长才没有出手把那3个恶人给抓起来的。是啊，这种事情他们干了许多次，就算是有人告官，不是还有沈家那个县令在那里顶着吗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人一出手，往往都是家破人亡，就算是有人活下来，
也不敢找他们报仇。你最开始抓到的瘦猴、刀疤男和阴柔的年轻人，都是唐县虎头山的山贼，那山上还有100多号人，这一点你得记牢了。我们现在还小，不能出门去主动找他们的麻烦，但也要防着他们找上门来。知道了，小叔，这事我记下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想让刘婶跟我一起下山，她还不知道刘叔出事，我想让她去照顾刘叔几天。好，我一会儿跟先生说一声，明天的饭菜让他们家的婆子做。小叔，先生今天跟你一直在后面窑洞里，他不是个读书人吗？你这丫头，可别小看先生。据大哥说啊，他小时候可没少被先生整治，你平时还是悠着点儿，别犯到先生的手里。那些人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想处理他们还不简单，天黑之后捆起来往山里一扔，第2天就变成一堆骨头了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别担心啊，以后我一定会强大起来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变强大，一起保护家人。姑娘，你不跟我一起去镇上？刘婶，你放心吧，我天天在外面跑，厉害着呢。我晚一会儿再去镇上看刘叔。那姑娘可要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，刘婶。刘叔还在等着你呢，快去吧。接下来自己则一个人溜溜达达去了赵家庄。你个妖异，看把我们一家给治成什么样子了！裴姐，裴姐，呀，疯子，谁给你治病了？自从上次你们一家被打之后，老子就发过誓，就算是你们赵家人在我面前咽气，老子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滚！是啊，赵家这兄弟2个真不是东西，上次埋怨人家大夫不尽心给他们治伤，这次又想赖上别人，还要赔钱。还好人家老大夫心里有数，赵家的事情昨天闹那么大，人家都没掺和，要不然真就被赖上了。这家子还真是穷疯了，你看他们家的房子都被烧着了，家里的东西也没了，这会儿不讹点钱以后怎么生活呀？我还没出手，赵家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赵老太居然死了，赵家那么多人不在灵堂前守着，居然想着怎么讹人钱财，这一家子可真是……我不管，我家变成这个样子，总得有人给负责才行。村长，你得给我们重新安排住处。闹什么？嚎什么？你们家的牛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几天先在那里将就几天，等你们把老人送走了，再把老牛卖了，不就有钱修院子了吗？哪里需要村子里给你们分呢？我不要住牛棚，我要住大房子。你们这群杀千刀的，居然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家被烧没了，你们得赔钱，赔钱！脏心烂肝的玩意儿，一个个见死不救。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奶怎么可能死掉？哟，这赵老太走了，他们家又来了一个。你们看看，赵金宝是不是跟他奶一模一样？这他妈明明是个爷们儿，怎么骂起人来的时候跟个娘们一样呢？说谁是娘们呢？你们这些小人，小爷记住了，一会儿就会烧了你家房子。小小年纪就想要烧村里人的房子，是不是过几天就要杀人了？赶出去！把这一家子祸害赶出去！赵老太不准埋在赵家庄，滚出我们村子！由于这一次赵家庄村民的态度强硬，又结合赵家这些年来的行事作风，村长一行人只是简单的商议了一下，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把赵家全部赶出村子，家里的田地收回族里，赵老太不允许入葬赵家庄。妈的，就你长了一口嘴，什么屁话都往外说。你他妈就是个祸害，就你长了一张嘴，整天拽得跟个大爷一样，什么话都敢说。我让你说，让你说，看我打掉你的牙，让你说。让你们算计我，让你们想害我，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？这刘叔怎么样啦？我带了一只鸡，你一会儿给刘叔炖上。真是谢谢姑娘了。别担心，刘叔很快就好啦。看我，真是让姑娘笑话了。姑娘先进屋，我这就去把鸡炖上，正好也让小兜子补补。求求你，我现在没地方去了。如果你不收留我，我会死的。求姑父看在白英哥的面子上，让我留在这里吧。
我留在这里等白英哥回来。当初我哪可是把我许配给他了，我等他回来成亲。姑父，我给你跪下了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好家伙，这不是赵家二房的赵麦芽吗？难怪一早就溜走了，原来是跑到医馆了。还想着赵老太之前说过把他许给戚白英的事。我不会让白英娶赵家的女儿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不管，我那把我许给了白英哥，我姑姑也是同意的。不想死就闭嘴，居然跑到这里来威胁我，信不信我让你今天出不了这医馆的大门？真以为天老大你乃不是老二了？他说啥别人都得听吗？蠢货！姑父，我求求你了，如果不留在这里，我真的会死的。求求你，给我一条生路吧！滚！我不走。你不答应收留我，我就出去说戚白英无我清白，还不娶我，让清溪镇的百姓看看你们戚家的笑话，看戚白英还有什么前途可言。呵呵，好得很，同样的招数还想用到我儿子身上，这是赵老太教你的吧？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可别怪我心狠呐！平安，把人堵住嘴绑了。顺子去请赵大夫过来坐堂，小毛备车，一会儿去小王庄。姑娘来了怎么不进来？啊，小豆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些没有？多谢姑娘，我好多了。平安哥说我恢复得很好呢。哦，那就好，看你好起来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刘叔怎么样？我去看看他。姑娘怎么过来了？快坐。刘叔，我给你带了鸡，刘婶在灶房炖着呢，一会儿你多喝一些汤。可是那些人……刘叔，那些人已经全部被抓起来了，先生和小叔会去处置他们，你可以安心在这里养病。刘婶这几天都在这里照顾你。真的，那些人被抓到了，太好了！天哪，好多官兵啊！这些人干什么？怎么去那片废墟了？小豆子，你和刘叔待在这里，别出去，我去看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今天来你们镇上公干的人呢？还有这家人呢？这房子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家人我们也不知道啊，自从前天就没见过人呢。这段时间怎么搞的？镇上总是来这种难缠的人，还有那冯家人怎么就住到了镇上？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，害得我一次又一次的吃瘪，真是让人头大呀！你这个里长是怎么当的？连你镇上的人去了哪里都不知道，真是有够废物的！赶紧发动镇上的百姓去找，凡是提供线索的都重重有赏。不知这家人究竟是犯了什么罪？大人可否展示一下衙门的公文呢？老东西，哪那么多话？爷爷的话不好使了是不是？我看你这里长是不想当了。哈，他们家有一个下人还有一口气，这会儿正在齐大夫的医馆呢，就是不知道人醒了没有啊。老子现在是要找这家人，还有前天过来公干的几人。你们这些刁民想用一个活死人来糊弄爷爷。大人，没准那人醒过来了，您就知道那家人去了哪里不是？得了吧，那人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又被火差点烧死，怎么可能醒得过来？你可别骗大人了，谁不知道你平时为了骗钱啥事儿都能干出来。兰草一下子就听出来这是刘婶的声音，同时他也悄悄地挤到刘婶身边，塞给她一包迷药。姑娘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有些疑惑地轻声问：那这个给刘叔用一点他就睡着了，要快，要不然这些人看到清醒的刘叔又会遭罪的。刘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自家姑娘的意思，赶紧抓紧手里的纸包，转身往人群外走去。如果那人没有醒来，不能够提供有用的消息，老子就先废了你。
大人放心，小的指定不让您白跑这一趟。那齐大夫的医术可是很厉害的，人不可能没行。这个麻子简直坏透了，不光带人去医馆找刘叔的麻烦，还间接把齐大夫给拖下了水。刚刚他的意思很明显，如果那人没有醒过来，全都是因为齐大夫没有尽力的原因。去吧，这一家人的情况你们还有谁知道？快说出来，不然我让你们尝尝我手里鞭子的滋味。只要是提供有用的消息，都有机会拿到赏钱。还别说，当场真的有不少人说出了不少事情，比如给封家送柴的小豆子是镇上的小乞丐，他们一伙儿现在不乞讨了。比如同福楼的掌柜跟那家的男人很熟悉，比如另外几家的掌柜和封家男人吃过饭，比如他们家有2只很健壮的羊，精得很，经常独自在镇子外面逛，比如他们家有一个男娃一个女娃。坏了，就算刘叔这会儿没醒过来，但刘婶不是好好的吗？既然这么多人认识我的家人，那么刘婶经常出去买菜，是不是也有很多人认识她？那她就算是回了医馆也不安全。兰草赶紧退出人群，往医馆跑去。婶，那些人快找过来了，他们让人指认你和小豆子，快把这鸡汤喝了，我把你们藏起来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跑得快。姑娘，你小心一些。很快，屋里除了兰草，其余3人全都睡过去了。他没有再犹豫，直接将3人收进空间。齐大夫，快出来迎接官差大人！我说，姓齐的，你好大的架子，居然不给大人面子，赶紧过来回话。怎么回事？这人死乞白赖的，非让我来这医馆，来了却是这样的一副场景，连个人毛都没有。哎呀，大人，瞧我这记性，那个活死人是重伤，按照惯例是被安置在后院养伤的。大人请。只可惜后院所有的房间门都被踹开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找到，倒是所有房间里的桌椅都被霍霍了一通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大人，救我！真是个废物啊，踹个门都能够把自己给卡住，还想拿赏钱想屁吃呢。那官差二话不说，对着麻子就踹了好几脚，麻子直接疼得晕了过去。他今天不能白跑一趟，怎么着也要拿些值钱的东西回去。这颗人参能换不少钱呢。忽然一股微风刮起一些灰尘，都眯到眼睛里了。那正得意无比的官差来不及反应，只觉得头晕眼花，整个人直接软倒下去，没了动静。还是官差呢，就冲你这个样子，就该好好收拾你一顿。兰草嘴里嘟囔着，就要去扒那人身上的衣服。看着这身衣服，他动起手来都觉得有些束手束脚。小草，你在干什么？齐大叔，你回来啦！你在干什么呀？这里怎么变成了这样？这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这个人干的呀？是呀，后院还有一个。齐大叔，你屋里的东西我给你藏在床底下了。东家，前面的好些药材都被毁了，钱柜也空了。先将人搬到前面的床板上，他一时半刻的醒不了，然后安排小草离开。齐大叔，这2个人还是交给我吧，我把他带出去扔到外面。你带这么多人出镇子太危险了，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让你来干，这里还是交给我们吧，我让人送你们离开。东家，姑娘的提议不错，只要在医馆里找不到人，他们也不会拿我们医馆怎么样的。也行，把人捆起来抬上马车，平安护送小草离开。拿着，我这里就这么多迷药，你平时悠着点啊，不过关键时候也别心疼，护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回头大叔再给你配，快走吧，大叔今天谢谢你。大叔保重。那些人这会儿正在我家废墟那边，恐怕一会儿就会找到这里，你们要小心一些，他们看着都好凶。快走吧，让平安送你。不用了，我会驾马车的，之前去县城的时候大叔教过我的，回头我把马车送回来。这
齐大夫有些犹豫。兰草学赶马车的时候，他也看见了，还是有些不放心。放心吧，平安哥在这里还能帮你应付那些人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好吧，那你快走，走出了镇子之后，直接往山上去。这时平安几人已经把麻子和那个官差给搬到马车上，兰草才出了医馆没多久，就拐进一个小巷子里，把马车和车上的几人全都收进了空间。大娘，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大家都跑这么快？哎呀，赶紧回家吧，那边又来了一群官差，和之前的那伙人打起来了，都见血了呢。又来了一群官差，还跟之前那伙人打起来了。在原地稍微思索了2息时间，兰草果断决定还是过去看一眼，没准能看到那些恶人吃亏，这样自己就放心了。活该，让你们嚣张，让你们害人，让你们还想通缉我们一家人。这个时候他才注意观察新来的这些人，没想到里面居然还有一个自己的熟人李老二。他不是跟着商队在外面吗？怎么身穿铠甲带人抓了这些人？李老二在这里，那是不是说大叔回来了？什么人？哎呀，是姑娘啊，差点伤到你啊。李二叔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跟着商队出门了吗？姑娘，你们在家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跟大爷一起回来的，他去医馆打听消息了。我们都很好，只有刘叔受伤了，我这就去找大叔。李二叔再见。另一边，丰年来到医馆的时候，齐大夫几人正愁眉苦脸的在收拾东西。这是怎么了？丰年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丰先生回来了，那丫头刚离开，我去追。回来，小草赶着马车，你跑着去能够追上吗？你说说你啊，不是说出门只要2个月就回来吗？这次怎么离开了这么久呢？最近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可把那小丫头给吓坏了。虽然她一直没哭，但是这谁看了不心疼呢？小丫头刚离开，他们都回山上去了。你家里人没事都在山上呢。小丫头刚刚离开，你骑马过去还能够追上。那我先去追那丫头，回来再来看你们。那些作恶的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，齐大哥先把医馆的损失记一下，我都抄了他们的家给你赔上。嘿，还算是做了点靠谱的事儿。回见，我先回家看看。大叔回来了，我的靠山回来了。考虑到丰年刚刚是从医馆出来的，想必应该是知道自己是赶着马车离开的。兰草特意绕到丰年的前面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马车给弄了出来，又把之前收在空间里的几人全都放到了马车里，这才慢慢的赶着马车往前走。小草，丫头，大叔，丫头，对不起，大叔回来晚了。大叔，我们的家没了。乖啊，不哭不哭啊！大叔已经把那些坏人抓起来了，放心吧，只要一家人都在，咱们的家就在。他们是官差，我不敢打，只能把他们绑起来，交给先生和小叔。我怕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姓沈的已经被大叔给抄家了，再也不会跳出来害我们了。丫头可以放心了，那些恶人，大叔全都给你收拾了。真是太丢人了！大叔的衣服上沾了我许多眼泪和鼻涕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大叔回来就是收拾这些恶人的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大叔，马车里就有2个坏人，就是他们砸了齐大叔的医馆。他们2个还想通过刘叔找到我们，刘叔他们也在里面。啊！哎呀！大叔，那个可是当官的，你杀了他会不会惹到麻烦？
放心吧，你大叔现在厉害着呢，这2个人啊，早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。我挑了手脚劲，不会再出幺蛾子了。丫头不怕哈。大叔，你当乖啦。那当然，要不然大叔怎么会去抄那个姓沈的家呢？那沈老三啊，已经被大叔给扔进了大牢，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大叔，你是不是比沈家老大的官司大很多，所以才能抄了他的家？那是自然。那也不用害怕了，我要赶快回去告诉小叔和先生。行，你先回山上告诉他们，让大家也放心。我等人来把这2人弄走关起来。大叔，那什么，山上还关了5个人，就是他们烧了咱家的房子，还把刘叔折磨得这么惨。什么？原来他们被你们给抓起来了？是啊，小叔和先生都审问过了，有2个官差，另外3个是山贼，他们居然是一伙的。沈老三下面的小喽啰一个都跑不掉，这些人跟着沈老三可是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丫头放心吧，大叔把他们全抓起来，送他们去砍头。丰年在之前调查沈家事情的时候，是知道沈老三和山贼勾结害人这事儿的，没想到他们这一次对自家出手也用的是这一招。那我先把刘婶他们送到李家庄的小院里，然后回山上通知小叔，我们把人送下来。行，按你说的办。你现在个子小，这柄短一些的软剑你先拿着用，等以后长大了个子再高一些，大叔啊给你换一柄长剑。谢谢大叔。去吧，路上小心一些。哦，对了，大叔房间床底下的东西我收起来了，你回家了我再给你。行，就先放你那里，等这事儿啊处理完了再说。好，我先去安顿刘叔和刘婶。姓沈的，害封家烧成灰烬，害我闺女哭成那样，你们这群人休想有个善终。娘，我们这是到哪里了？姑娘，那些人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追过来了？对啊，姑娘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好了，刘叔、刘婶还有小豆子，你们全都放心好了，大叔回来了，那些坏人都被抓起来了。大爷总算是回来了，事情也解决了。姑娘，要不然我回去吧，刘叔在这里也能安心养伤，镇上那些坏人也抓起来了，小豆子，你先在这里安心住着，我还要回去报信。我们一家都喜欢你，都感激你。可是我并没有帮什么忙，还连累刘叔被坏人欺负。那你更应该留在这里，好好照顾刘叔才是。对，我要好好照顾刘叔。好啦，我走了，你在这里乖乖的。刘婶，我先回山上报信。小叔先生，好消息。怎么了，小草？大叔回来了，他带人把镇上那些作恶的人全都抓了起来，只剩下这里面5个，大叔让我们把人带到山下去。太好了，大哥回来了。可算是回来了，再不回来这几个人就咽气了。走，我们去把那些人弄到山下去。好嘞。大哥现在在哪里？他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大叔就在山下，他很好，没有受伤。大叔现在可威武了，当了大官，穿着将军才能穿的铠甲呢。那就好，总算是放心了。你回去让师娘带你吃些东西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，回去好好睡一觉。行，小叔有事喊我，我要去好好欣赏大叔送给我的礼物喽。大哥，我回来了，让你担心了，辛苦冯大哥了。你回来我就放心了，家里人一切都好。你们歇一会儿，我让他们来把人弄回去。大哥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些人都是小丫头抓住弄回来的，我被先生和小草勒令不准下山，一点忙都没有帮上。那丫头是个靠谱的，你也不错，没有冲动把自己送到这些人面前。其实我当时是想冲下山跟那些人拼命的，我们好不容易把镇上的家给布置好，
才住了2、3个月就化成灰烬。听说刘叔被他们抓住，折磨的只剩下一口气，怎么都不肯告诉他们我的下落。大哥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沈家那些人怎么样了？都解决了，我把沈家给抄了，山上这几个只是小喽啰而已，相信我，不会给他们一个好结局的。那几个人原本还想着没法处理就扔进深山，现在好了，送他们去砍头也不算枉死。大爷，那些人都捉好了。你们把人押回镇上，把人看好了，不能够让人死掉。明天一早出发去县城。哇，烤肉呀，太好了！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一起吃烤肉了，想想都有意思。小草，快来尝尝师娘烤的肉。来，坐大树旁边。大树先生，小树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大叔，我好想你。呵呵，大叔也想你了。丫头辛苦了，你把丰盛照顾得很好，真厉害。吃吧。谢谢大叔。唐县那边啊，其实很美，这次在那里走访了不少地方，值得一游。冯大哥日后有机会可以带嫂子去游玩一番。这个可以。等他的身体好一些了，我就带他出去走走。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的看过外面的大好河山呢。那可得多走几个地方，单单是唐县可不成。那先生和师娘可得带上我们2个，我们也可以出去见见世面。先生出去游玩，我们也要跟着，会不会不太好？咱们就跟着先生，没事儿。我们不能跟着大叔吗？应该是不能。丰盛，小草，明天我就要离开了，要把那些人和县城的那些人押到城里去。大叔明天就要走。没有办法，沈家人一日不砍头，我这心呐，一天就安定不下来。这次我要亲眼看到沈家覆灭才解气。小草乖啊，大叔以前教你看账本还记得不？这次我从沈家那边啊抄了几个铺子，分别记在你们2个的名下，一人呢先分一个铺子自己管理，等你们再大一些了就多分几个。大哥，这能行吗？大叔，我这里还有你的东西，这就去给你拿。哎，你回来，这孩子咋就不听我把话说完呢？大哥，这次可多亏了小草，他当时去取咱俩的盒子时，院子里已经有好多人在废墟里翻找可以用的东西，再晚一些，这几个盒子说不定就被人给取走了。以后遇到事情啊，多跟你先生和那丫头商量，不能够再犯险冒傻，以保全自身为重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肯定跟先生和小草商量的。哦，对了，你那里有没有好一些的身法？最近小草一直在练身法，我已经被他远远的甩开了。行，一会儿交给你，只要你勤学苦练，总会有进展的。那太好了，大哥放心，我一定勤学苦练。行，我去院子里给你演示一遍，你跟我学。兄弟2个一个教一个学，直接就趁着月色开始在院子里比划起来。大叔，你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你自己练，我一会儿再来看你。大叔，底下那2个盒子是你自己的东西，我也没打开看。上面那个盒子里是我给你准备的东西。兰草说着，把最上面的那个盒子打开，里面装了几个小药瓶，上面还都贴了标签：止血丹、生肌丸、解毒丹、回春丹，都是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。这些东西你赶紧收起来，太贵重了，以后啊不要往外拿，让人看见了你可就麻烦了。大叔，昨天看见你身上的铠甲就知道你以后的生活很危险，这些东西都是能用得上的，大叔就收着吧。丰年推拒再三，发觉实在推不掉，便将东西收了起来。同时他又从怀里掏出2个信封来。这些东西啊你收起来，这些都已经过户好了，丰盛的我另外要给他，还有我这2个盒子全部都交给你来保管，这可是咱们家的全部家当了。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人来汇报这些店铺的收入情况。大叔，这些东西……兰草有些疑惑，怎么家里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铺子和房子？这些铺子一部分是我之前经营的，也有一些是从沈家抄来的，我悄悄地留了几个，现在啊
全部都交给你，别忘了看账查账啊。那我有件事想要跟大叔商量。你说。这次家里出事之后，镇上的小马哥、龅牙和小豆子他们都出手帮过我们，特意给我们传消息，因此我想帮帮他们。那没问题，家里的铺子多了，让小三安排他们进铺子做学徒，家里还有2个小庄子，让他们自己选择。太好了，明天我就去找小三哥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去睡觉吧。可是我舍不得去睡，我怕明天醒来大叔就离开了。去吧，我明天跟你先生说一声，让你俩送我一程。好，都听大叔的。睡梦中，兰草再次来到熟悉的大树和草地上。爷爷，我们在镇上好不容易有个新家，结果被坏人一把火给烧掉了。那些人坏得很，把刘叔打得遍体鳞伤，只剩下一口气。还好我之前向其他叔讨要了一些迷药，那些人全是被我迷晕的。大叔回来了，他好厉害的，现在都当大官了，还替我们报了仇。大叔给了我几个铺子，还让我每个月都看账本查账呢。只可惜大叔还是要离开的，他以后都不能经常陪着我，有些舍不得。小娃娃，你这日子还真是坎坷呀，不过这次做的还算谨慎。你要记住，你现在的年龄还小，不能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。这次之所以这么顺利，也是因为你年纪小，那些人没有注意到你，也算你走运，以后可要小心了。我记住了，以后一定会小心。啊，想喝啊？这个你喝不了，不过爷爷可以给你别的东西喝。哇，好漂亮的杯子！喜欢就行，留着喝水吧。这几本书收着，还有这包种子，以后自己学着酿些果酒，省得你嘴馋了。然后兰草看也没看手里的书，直接收进空间。他这会儿的心神全都被手里的杯子给吸引了。兰草大大的喝了一口，然后整张脸都开始泛红，人也迷迷糊糊。爷爷，我头好晕。还是太小了些，才半杯不到的果酒就把这孩子给倒了。然后他又从自己的空间里搬出许多东西来，几本兵书，2把小匕首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比如各种药丸、药粉。这孩子怎么就喝醉了呢？爷爷还有话没说呢。哎呀，早知道就不让你喝那果酒了。既然睡着了，那就多睡一会儿。该说的，老头子都写下来。兰草醒来的时候还有些懵。爷爷，爷爷果然来过了，这些都是爷爷留下来的。还有一封信，还是爷爷留给我的。太好啦，爷爷对小草太好了，谢谢爷爷。小丫头，起这么早坐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在等大叔哦。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这么好的匕首，也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呐。是爷爷给我的，还有这本兵书全都送给大叔，爷爷是同意的。兵书送给我，你爷爷还同意了？是呀，大叔快收起来，以后慢慢看，我出去练功了。我能为他做的好像很少，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这个小丫头在帮助我们一家，遇到她果然是我的福气呀。她送我这2样东西，是不是回报我送她的几个铺子呀？真是个要强的孩子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离开也就放心一些，有这丫头看着，风神至少不会走歪路，说不定会成长得更好呢。也幸好府城离开清溪镇只有7、8天的路程，1年还是可以回来2、3次的。大哥，我们送你到县城吧，也不知道你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
同时我还想去秦家看看，听说他这次也被沈家人伤到了。丫头怎么想？我送大叔去县城，我当然乐意呀，只是不想去秦家。成，咱们一起去县城。丰盛啊，去探望秦老爷。丫头到了县城之后，可以去看看家里面的几个铺子和院子，到时候让小三陪你去。怎么不在家里多休息2天？你这一路上应该都没有休息好吧？瞧你眼里的血丝啊！这件事情有些着急，我这不是还要回府城吗？就带着2个孩子来看看你。这么急？是啊，昨天抓的那些人要押到府城去，县城那边还有一批人，这些人大多都是要抄家杀头的，可不要出什么岔子好。好吧，那你这次离开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这个不好说，大概几个月吧。我走了之后，还请齐大哥多照看这2个孩子几分，兄弟在这里谢过了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这话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看护好这2个孩子的。哎，你说说你，这次才回来1天就要离开了。齐大叔他有事情要办，我和小叔能照顾自己的。柳先生和师娘在，还有齐大叔在，我们不怕的。是啊，我会照顾好小草的。看这2孩子多好，丰年，你真是幸运啊。那是，他们是我的福星，我的支柱。大爷，时间到了。你们2个乖乖在家，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好读书，好好练功。小叔又变成我们2个人了。乖啊，小叔会照顾你的，小叔都10岁了，是个大人了。我就是心里难受。大叔怎么只在家待了1天就要离开？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。好了，等咱们再长大一些，就去府城找大哥去，到时候就可以天天跟他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我以后都要多吃1碗饭，要快些长大。好，我们快些长大。大少爷，您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秦川，父亲的伤怎么样？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家里是出了点事儿，老爷正盼着大少爷回来呢。你快说说，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说沈家人闯进家里打伤了不少下人，就连我父亲也被伤到了吗？哎呀，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，老爷的伤大夫已经看过了，只让静养着就行。可是，快说，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旁支的几个叔祖来了，想要讨伐2少爷呢。讨伐2少爷？他们好大的胆子，想怎么讨伐老二？真是一群混蛋玩意儿。谁说不是呢？他们这会儿正在前庭呢，逼着老爷把2少爷给出族呢。这秦家旁支的叔老爷是什么东西，还欺负上门了？我倒要好好看看。我说老七呀，不是四叔说你还留着这小子在家里做什么？沈家这次都打上门来了，你还留着沈家的血脉在家里，不嫌膈应啊？是啊，听你四叔的，把这小子赶出家门，从族谱上除名。咱们秦家不能留这种人在家里。老七啊，你得长记性，不要因为这小子跟我们几个叔伯生分了。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家族好啊。是啊，老七，这小子一看就长得一身反骨，你看他这会儿还瞪着我这个长辈呢，赶紧把他打发出去，咱们秦家可不敢要这种人。要不然我们就按照族规处理，开祠堂请家法。什么玩意儿，还想一直赖在我们秦家啊？混账！开祠堂是你给黄口小儿说了算的吗？二伯，你这孙子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大言不惭？我秦家的议事厅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叫嚣的吗？你好了，我让这孩子出去。刚刚出去的半大小子一个倒飞，又从外面摔进了前厅。哎呦，乖孙儿，快让祖父看看你这是怎么了？哪个不长眼的居然敢打我们秦家的大少爷，找死不是？秦家大少爷？就地上这位，从哪儿排的？父亲什么时候分宗了？
怎么都不通知儿子一声啊？大哥，父亲，孩儿听说您病了，特意向先生请了假赶回来。父亲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气到？回来就好，记足有情了。为父这会儿就觉得有些气闷，心口疼。秦川，快去请大夫，多请几个。二弟，你也太不应该了，怎么一下子放这么多人进来探病？他们心疼父亲的身体，你也不懂事，赶紧扶着父亲回去，看着脸色苍白的。大哥说的是，小弟这就扶父亲回去休息。行吧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一大早吵得我脑仁疼，心口疼，伤口也疼。丫头，跟我们一起去后面吧。我先跟着小树在这里，一会儿再过去看你。我把父亲送回去就过来，你别怕。好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就先告辞了啊。小三，关门。既然大家都来了，咱们就好好聊聊，别急着走啊。让你们过来主要的事是什么？咱们不急，一件一件说清楚。在我的地盘上还敢出幺蛾子，怕是这段时间我不在家，这些老东西都忘了本少爷的厉害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让你爹处置了秦继宗的。沈家这次向我们秦家出手，就是因为那个小崽子，他给我们秦家带来了多少损失啊！这小子不配留在秦家。哦，你们也是这样想的？认为是我二弟连累了秦家，不配留在秦家？没错，秦继宗不配为我秦家二少爷，他的外家干出这么恶毒的事儿，就应该被赶出去。沈家人太过恶毒，不能让他留在秦家。那我呢？是不是也不配留在秦家？毕竟我和继宗可是双生兄弟，这沈家也是跟我有关系的。丰盛和丰收的关系也只有秦老爷这个族长知道，对那些旁支只说是双生子，只是长得不像。老二身体不好，一直养在寺庙里。那不是废话吗？两位少爷都是沈家的外孙，当然不能够留在秦家了，都要被除族。切，大弟还是年纪小，居然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，真是好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丰收安顿好秦老爷，从主屋赶了过来。哥哥，如果在秦家住得不开心就回家吧，咱们不在这里受气了。不了，秦家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成长要走的路，我不希望以后跟你们两个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好吧，哥哥累了就回家住，随时都可以。我们现在又搬回山上住了，镇子上的院子暂时住不了。我会的，累了就回家。怎么着？一个个的还真把自己当祖宗了，都忘记这几年你们几家是吃着谁的饭过活的。秦二牛，如果不是我祖父在县城安家开了铺子，你死皮赖脸的带着家人来投奔，只怕现在还在地里刨食吧。秦大头，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如果不是我祖父怕你被族人给欺负死，接你到县城读书，你怕不是早就被旁边这些老家伙把骨头都给拆了吧？今天来干什么啊？这就是读书人该做的事情。那回头得跟县令大人唠唠呀，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配不配拥有同生功名？秦四牛，咋了？你忘了当年你家房子被暴雪压塌，只活下来你一个人，是谁跪求我祖父收留的？难不成你当年跪求时就怀恨在心？秦狗蛋，你往后缩什么缩呀？是不是许多年没有听人叫过你们的小名，真以为就是秦家的老祖宗了？不过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路人而已，在这里抽什么大尾巴狼呢？秦继祖，你简直就是目无尊长，不孝，大不孝啊！少在这里败坏我们的名声，信不信我出去就让你身败名裂？啊！吵死了！大管家，去请县令大人派个人过来，让他们来监督本少爷处理这些私闯民宅的人，再派人拿着房契地契去收回这些人的院子和庄子，他们家人所在的铺子也要查账，带人控制住旁边的秦家族学，里面的人一个都不许放出去。等他们长辈这事处理完了再说，安排人去父亲那里拿祖父的账本，这些年接济这些旁支的每一笔银子上面都有记录，今天全部收回。这个也请县令大人那边做个见证，一定要把今天的事说清楚。把族谱拿过来，本少爷今天直接分宗。老二，你跟着大管家一起去。
哎呀，大少爷，求求你了，看在老太爷的面子上，放过我们一次吧。哎呀，大少爷，领导说句话呀，只要不赶我们离开县城，什么都好说呀。要放了你们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我本少爷还有话要问，回答的仔细，本少爷可以考虑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出去，还送那人一间铺子。哎呀，你们别信他，他是骗你们的。哎，不想说也行，就这么待着吧。反正大管家出去请人，也好让县衙的人来见证一下。我想收回秦家的产业，相信没有任何人反对，只能委屈各位回秦家湾住了。别，大少爷要问什么尽管问，我们一定知无不言。你们先商量一下，看看选谁出来为我解惑，我可不希望一问三不知。你个混账小子，坏得很，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我们不跟你说，去找你爹出来，你还不够资格坐在这里跟我们对话。哎呀，这老头不想让你们得到铺子，他不是故意坑你们吧？看吧，这么小的娃娃都看出来了，你们这些人怕不是被那老狐狸给当枪使了吧？对啊，二哥，要知道县城里一间铺子这可不便宜啊，有机会白得，你为什么阻止我们呢？蠢货呀！大少爷，我说。好，那你说吧。二叔祖想要趁着秦家这次发生的事情，老爷现在又受着伤，经常需要卧床休息，要把您和二少爷逐出家族呢。只要家里没人主事，我们这些族人自然是要顶上来，到时候再从族里过继一个好拿捏的孩子，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？毕竟秦家在县城里也是大名鼎鼎的，不能够没人主事不是？那人说到最后忽然说不下去了，直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，对着秦家大少爷说着怎么瓜分他家，自己好像过分了。那我爹呢？你们打算怎么害死他？怪不得那老头之前说自家孙子是秦家大少爷呢。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，他们这些老东西被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给耍了，只是现在想要找补已经来不及，他们一行人的所有计划都被一个目光短浅的家伙给全部抖了出来。来人，把他们绑起来，一会儿县衙的人来了一并交给他们，罪名就是私闯民宅，谋害家主，企图侵占秦家家产。等到县令大人带衙役过来的时候，秦家人已经把这些旁支企图谋害家主，赶走2位少爷，想要侵占家产的条条证据全都摆了出来。在县令大人的监督下，秦家正式分宗，丰收带人收院子、庄子，收回这些年被旁支昧下的各种钱财，并且将他们的家眷赶回秦家湾。秦家的事情结束之后，兰草迫不及待的要离开秦家。丰盛见也没有自己什么事儿了，又确定秦老爷身体没有大碍之后，跟他道别之后，就跟着兰草一起离开了。先生，师娘，你们紧张什么？难道师娘生病了？小草回来了。哎呀，师娘没生病，是你先生瞎操心。小草啊，以后在你师娘面前要小心一些，可别蹦蹦跳跳撞到了她。她现在可是双生子的人了。我们冯家这是要添丁了，等过几天天凉了一些，你家院子修好了，咱们就下山住到镇上去。这段时间咱们练功的地方也挪到院子外面，免得打扰了你师娘休息。哎呀，小草，别听他在那里念叨，你先生这是高兴糊涂了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师娘，你肚子里有小娃娃了，那可太好了，恭喜恭喜哦。你这小机灵鬼，咋这么招人稀罕呢？先生这2天的心情很好，说不定能大发慈悲少布置一些功课呢。我最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哼，你想多了，我心情确实好，不过不会给你减功课的。爸爸，你们2个现在有口福了，今天让你们来尝尝我酿的果酒，保证味道极好，还不醉羊。这次喝了还想喝下次。你俩先喝尝尝味道，如果喜欢再找我要。好酒。果然是甜的。
没错，这是成了。小白是个闲不住的，喝了2小碗之后，想要站起来跑2步，结果却发现他不会走路了，4只蹄子愣是配合不到一起去，最后还缠在一起，然后脑袋一杵，倒地上睡了过去。小白笨死了，不是那样走的。2只脚绊到一起啦。小白快起来，我给你倒酒。大白你别跑，晃得我头晕。你们2个笨蛋，快起来啊！蓝草在醉倒的前一刻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直接出了空间，还把已经昏倒的大白和小白弄了出去。方胜走出房间，听到隔壁蓝草的房间有动静，他就有些奇怪。这丫头平时睡觉都很安稳的，今天晚上是不是不舒服呀？我得仔细听听，可别真出什么事儿了。大白，甜的，再来一杯。小白别抢我的。小草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小草，你没事吧？小草，我进去了。只是他推开门这么大的动静，愣是没有惊醒屋里这3个。丰盛的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同时他隐隐还能闻到屋里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，里面还夹杂了些许的酒味儿。他这会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人对蓝草用了迷药，毕竟前一段时间他可是听这丫头说，那几个被抓上山的人全是用迷药解决的。老顺，少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快去喊先生，小草这里出事了，顺便看看院子里是不是进人了。风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草怎么了？先生，我听到小草那屋有动静，听到他在喊大白什么的，结果撞开门一看，他和2只羊全部倒在地上，人是不知道，屋里还有甜丝丝的味道，不知道是不是被人下了迷药啊。迷药？周围没有发现有人，你和来顺再去小草那屋看看，小心一点。蓝草呼出的热气喷散开来，冯先生一下子就闻到了些许酒味儿，里面还夹杂着丝丝甜味儿。这3只的样子怎么那么像是醉酒了？家里还有酒？难不成是丰年那个不靠谱的以前买来没有喝完吗？先生，屋里没人，我们只发现了这个。没事了，这丫头啊偷偷喝酒了。媳妇儿，你先回屋睡觉。你好好跟孩子说，别发火啊。回吧，我倒是想发火，这死丫头也得听得见才行。放心吧。真是虚惊一场。不过等这丫头明天早上醒过来之后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一顿，居然敢一个人偷偷喝酒了。也不知道那丫头把酒喝完了没有，闻起来那味道似乎还不错，也不知道丰年在哪里买的。哎呀，真是糟蹋了好酒啊。先生，小草年纪小，以前也没喝过酒，只是一时好奇，他平时不这样的。行了，没出大事就好，不过该有的惩罚不能少。这酒是能随便乱喝的吗？还带着2只不靠谱的羊一起，也不知道是谁照顾谁啊。先生，要不您先回去，也不知道师娘折腾这一趟，晚上还能不能睡好。成，我回去啊，看看你师娘。这丫头只是喝醉了，没事的，你也早些睡。第2天一早，头好疼我昨天晚上带着大白和小白一起喝酒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大白，小白。一直在屋外的2只羊听到蓝草的喊声，直接用脑袋抵开了房门，跑了进去。你们都没事啊？头疼不疼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你醒了，酒好喝吗？小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哼，快喝醒酒汤。醒酒汤？我偷偷喝酒的事情，小叔怎么会知道？快喝，喝完了就不难受了。
我去给你端饭。哦，你这丫头，以后不准偷偷喝酒了。你现在还小，醉了得多难受啊，是不是还头疼？小叔，我头不疼了，只是你怎么知道我偷偷喝酒了？哼，你还问我怎么知道的？不光我知道，先生、师娘、来顺、问竹还有2个婆子都知道了。啊，怎么会？兰草有些奇怪，我明明是偷偷喝酒的，怎么就闹得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了？还不是你喝醉了之后再说胡话，我出来练拳听到了，就去你房间看了一眼，结果你和2只羊全都躺在地上昏睡，害得我以为你被人下了迷药，这不惊动所有人了。快吃饭，吃完了去先生那里，昨天晚上他和师娘都担心的不行了。你说说你，喝酒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小叔我呢？我好歹能在旁边看着你一些，也不至于把这事闹到先生面前去。小叔，先生会不会罚我？我也只是一时好玩，才想尝尝自己酿的酒是什么味，谁曾想居然一下子就喝醉了。行，快吃饭。先生，我错了。你现在还小，不到喝酒的年纪，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把风声都快吓哭了？我和你师娘也很担心你啊。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那是我自己悄悄酿的果酒，感觉差不多快好了，就想尝一下，结果……什么？你酿的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居然是他自己酿的。是呀，前一段时间经常跟着小猴子摘果子，就想着酿成果酒，没成想……哎，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第一次酿酒就敢一个人偷偷尝，就不怕出了什么事吗？哎，幸亏是成功了，万一没成功喝坏了肚子，那又是另一番兵荒马乱了。先生，我不是一个人，带了大白和小白呢。他们2个不是人，不算数，下次可不敢这样了。好了，今天下午继续休息，把这些东西带回去，1个月之内交给我。他以为先生不会罚他了呢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多。去吧，跟你师娘报个平安就回去。你安排好自己的时间，这些都是额外的功课，每天上课的功课照常完成。午饭时，兰草和丰盛2人坐在一起吃饭，他把自己想买人的想法说了一遍。之前就说往你跟前添个人，你总是推脱，这下知道有好处了吧？你现在是封家大姑娘，得慢慢习惯身边有人伺候。丰盛之前就提议给他身边安排个人，只不过兰草没同意。这不是不习惯吗？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东河村吃不上饭呢，哪里想到现在就要使唤别人了。这个我理解，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之后，再让来顺跟着我，当时还觉得很不自在呢。其实大哥给我们2个都准备了人，这会儿被安排在别处呢，估计下个月就能过来，也就是20天左右的事情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还发愁自己不会选人呢。行了，别发愁了，大哥早就安排好了。吃过饭，兰草和丰盛一起下山往庄子上过去。二爷姑娘，快尝尝，这是田里熟的正好的瓜，可甜了。确实挺甜，比以前在县城吃的都要甜。刘叔呢？怎么没见他？身体好的差不多，在屋里坐不住，早就跑到田里了。看来刘叔的身体确实好了，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些，毕竟才刚刚好。老奴谢二爷和姑娘关心。对了，小豆子呢？怎么没见他？那孩子非要跟着我家那口子去干活，怎么拦都拦不住，说是不能在庄子上吃白食。小豆子倒是机灵，就是有些太小了。刘婶，我和小叔去钓鱼，你不用管我们。小叔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也没有，就是大哥不在家，我想尽快成长起来，早些担起家里的担子，让大哥不至于在外面还总操心家里的事情。可是我感觉你最近很沉默，没有之前那么开心了。
长大了自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了。不过陪你出来玩的时间还是有的。小叔，下次休息的时候，我请你尝尝我酿的酒怎么样？还是不要吧，我也没喝过几次酒，怕醉。不让你多喝，就帮我尝尝味道。这个果酒想拿出去卖的，我又不太懂酒。这样啊，那没问题。虽然我喝过的酒不多，还是闻过好几次的，好赖还是能分得清的。不过他又想到一个更有经验的人，你可以给先生送一些啊，他可比咱们有经验多了。我不敢在先生面前提酒的事，怕再次挨罚。呵呵，你也有怕的人啊？那不是怕，是尊重。如果酿的酒还算可以，那就给大叔带一些过去。我都想大叔了，还有齐大夫也送一坛，还有几个掌柜的。我也想大哥了，如果那酒真的不错的话，就带一些给他，想必他收到会很开心的。而且你那酒也可以放我那酒楼里卖啊，我保证不让你吃亏。吃过刘婶精心准备的一桌美食之后，两人这才带着大白和小白和一匹马离开。先生，我们回来了。二爷和姑娘快洗把脸，先生和夫人还没有回来呢。没回来呀？先生早上离开的时候说过，不能让夫人太过折腾，今天下山在镇上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回来。先生今天不在家，那是不是晚上可以请小叔尝尝我酿的酒啦？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丰盛。既然先生不在家，那什么事情还不是我自己说了算？就算是今天稍微喝一点酒，也是没问题的吧？哼，你可真行啊，居然不动声色地酿了这么多酒。这丫头是什么时候弄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都是以前弄的，最近才到时间。你这丫头闷不吭声，光干大事儿，这一点我是真的不如你啊。你就拿一坛最小的吧。好，反正我就尝尝，不需要动大坛子。就这样，兰草和丰盛返回饭桌，才刚刚坐好，就发现家里两只羊大摇大摆从外面走进来，紧接着两只猴子也从窗口翻了进来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俩猴俩羊看着那个熟悉的木碗，一下子就高兴起来。他们知道今天晚上的酒是跑不掉了。小草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你酿的这酒还真不错，比我以前在家里喝的果酒好喝一些。真的？真有那么好？那是当然，如果真要说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那就是这酒的颜色还不够透亮。那我回头想想这个该怎么解决。两人说话的同时，旁边的那四只已经喝了个底朝天，再次眼巴巴地盯着兰草。好吧，怕了你们了，再倒一碗，喝完了就没有了哦。来，我再喝一碗。兰草看着涨红了脸的丰盛，还有独自转圈的小白，以及正在晃悠脚丫子的小灰，他知道他们都醉了。不等他想清楚这几只全都醉酒的后果，小白已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小灰和小金也抱着碗分别从柜子上、窗户上掉下来。兰草回头再看屋里的一人一羊，发现大白正缠着丰盛讨酒喝。大白，别缠着人家，我这里还有酒，最后一碗了，不许再喝了。傻羊，真是喝傻了。大白虽然有些晕乎乎的，但是他听得懂丰盛对自己的嘲讽，然后恶狠狠地对着他呲牙。呵呵，还不让人说了？谁让你说他的？小心他以后记仇追着你跑。没见小白每次见着丰收都追着他跑很长时间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他还不行吗？不过还真别说，小草，你这酒酿的是真不错，以后就放我那酒楼里去卖，说不定酒楼的生意因为这酒能好一些呢。好呀，能在你酒楼里卖，还省得我重新找买家了。跟你一比，我真是一无是处。前些年我在秦家时确实荒废了不少时间，只学会了斗蛐蛐、摇头子，课业和功夫都没学多少，连门手艺都没学成，真的是白活了这10年。
小叔怎么说起这个了？我们两个出发点就不一样，我当时学这些就是为了生存，而你不一样，你当时也是学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以后长远打算。目前看来，至少你在管那些下人的时候就很厉害。这些算什么？不管是白霜的事情还是这次秦家的事情，他们不是处理不了，只是没人想当那个恶人而已啊。丰盛心里明白得很，上次丰收不愿当恶人处置白霜，这次秦老爷也不愿意，自己只是刚好看不过去而已。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丰收，他自小被大哥捧在手心里长大，不用见识那些人性的丑恶。当初我刚上山时，心里无比忐忑，生怕再遇到心思不好的亲人。幸好大哥和你很快就全心的接受了我。小叔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一家人的日子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大叔在前面探路，我们两个快些成长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哼，小草说的对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这酒真不错，比以前在秦家时喝的酒好喝，一点都不辣，还甜甜的。再来一碗。好。在山上跟你和大哥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我才发现自己以前活得太随意，连个目标都没有。不像大哥，他心里有仇恨，想着有朝一日去报仇，也不如你心心念念想着活得更好，好好长大。我不能拖大哥的后腿，不能坐享其成，我要尽快成长起来，回去复仇。小草，你别乱动，晃得我头晕。他的酒量也不怎么样，才几碗就醉死了。也幸亏兰草的力气大，将丰盛送回房间之后，然后又将大白、小白、小灰、小金这4只给安顿到丰家的杂物间。后来他实在头晕的走路有些头重脚轻，这才向自己房间走去，然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兰草醒来时，时间已经快到午时了。他坐在炕上迷糊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想起来，昨天晚上好像让丰盛试酒，结果他喝醉了，自己好像也喝多了。怎么办？先生回来了没有？哎呦，我的姑娘哎，可算是醒了，快醒酒汤赶紧喝下去，头就不疼了。又要喝醒酒汤呀？不喝可不行，不喝会头疼的。知道这个难喝，下次就不要喝那么多酒。小孩子家的怎么就想着喝酒呢？好吧。小叔起来啦！小叔，先生回来了。丰盛，快起来，先生要检查功课了。兰草接连喊了好几句，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。进屋之后，兰草这才发现丰盛这会儿正睡得香甜，他喊这么大声，对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没办法，为了一会儿不挨罚，他只能使用绝招。好凉，赶紧起来，先生马上要回来了。哎呦，这水怎么这么凉啊，吓死了，还以为掉水里淹死了呢。真是不识好人心，先生罚人有多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可不想让你连累我。好，我马上起来，让我先醒一会儿酒，头疼。我带来了醒酒汤，就放在这里，你起来了记得要喝。我要去背书了。好，我马上起来。在兰草离开没多长时间，丰盛再次陷入了沉睡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都喝过酒了，今天又闹什么？下次不许这样了，这酒喝多了会头疼的。谁又喝酒了？先生，你回来啦。师娘呢？她怎么没一起回来？她的身体怎么样啦？你师娘现在没事，只是不能一直往山上跑，她的身体受不住，这会儿还在镇上呢。师娘没事就好。先生，你饿了没有？我去让婆子准备饭菜。还是让问竹去吧。你来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生，这不是小白和小金他们偷偷喝了我酿的酒，有些醉了，就在这里闹腾。
我这就让他们离开。是吗？自己酿的酒，口味和品质都不能保证，可别喝坏了肚子。不会的，小叔说我酿的酒很好喝，比他以前在县城喝的都要好。坏了。这丰盛怎么知道你的酒好喝？他人呢？我们原本打算送先生一坛子酒的，就想先尝一下味道。行了，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，我可等着你的酒。现在一起去丰盛那里。先生放心吧，我酿的酒很甜的，一会儿就送到书房去。这算是过关了吗？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了？今天的功课都做了，正打算一会儿去林子里背书呢。按理说，先生跟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，丰盛怎么着都听到了，但是屋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难不成做功课这么入神吗？小叔，快出来，先生回来啦！就在这个时候，丰盛屋里有了动静，只是这个动静有些太大。丰盛，出什么事了？先生，今天真是太丢脸了。冯先生阴沉着脸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用手隔空指了指丰盛，然后直接甩袖子出去了。小叔，你不是都醒了吗？怎么早知道我就再拖着先生一会儿了。没事，小小不用自责，是我的错，不光贪杯还贪睡，该罚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换身衣裳。先生这是要离开，是被我给气到了。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离开，不要不管我，以后我再也不贪杯，再也不偷懒不贪睡了，求先生继续留下来吧。先生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小叔替我尝那些酒的，先生不要离开好不好？先生罚我吧，我以后一定乖乖听话，好好读书。你们起来吧。这段时间多谢先生的悉心教导，学生顽劣，让先生失望了，只愿先生往后一切顺遂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管你们了？居然想背出师门，另投名师。先生不是要离开这里，不是不管我们了吗？我是要离开这里没错，但是我并不是不管你们两个，想要重新找个和善一些的先生，现在恐怕是没有机会了。先生，您不是不要我们啦？那得看你们以后的表现了。看见没有，那2摞纸是你们的功课，我刚刚就准备好了。先生，那你收拾这些东西是做什么？你师娘的身体不适合一直山上山下的跑，我打算离开这里，把她送回府城。送师娘回府城？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清溪镇？丰盛的心又凉了下去。冯先生回府城，那我和小草怎么办？等你们师娘生了，我再回来。啊？那这中间几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两个怎么办？那先生要怎么安排我们两个？你们两个先不说这个，都把手伸出来。谁让我们两人今天犯错了？打就打吧。冯先生举着戒尺，对着面前2只小手啪啪打了下去。丰盛挨了10戒尺，兰草挨了5戒尺。知道这次为什么挨打吗？我不该贪杯又贪睡。我不该撺掇小叔喝酒。你们不该悄悄喝酒，还没有节制。没有大人在场，你们两个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呢？要知道有许多人是因为醉酒衰亡溺亡，如果你们两个出事，对得起关心你们的人吗？先生，我知道错了。先生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偷偷喝酒了。知错就行。你们两个带着功课去院子里扎马步背书吧，我这里要忙了。先生，我们两个您是怎么安排的？是留在山上，还是和您一起？哎呦，差点把你俩给忘记。你们是想留在山上，还是跟我一起？
我明天才和你们师娘离开，你俩可以商量一下。我的意见是带着你俩一起去府城，这样你俩长了见识，同时也不耽误读书。真的？我和小叔可以跟着先生一起吗？我可以跟着一起去府城，那不是有机会见到大叔啦？虽然大叔也才离开不到1个月，我这会儿居然非常想念。那是当然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我和你师娘这次出门，原本呢就是为了给她瞧病的。正好她现在不光之前的病好了，这会儿还怀了身子，正好回去报个喜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要去。小叔，先生说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府城。啊，一起去府城？先生回府城带上我们2个，会不会给您和师娘添麻烦呀？毕竟师娘现在很需要人照顾的。不把你们2个放到眼皮子底下，我可不放心。万一你俩再像昨晚那样的喝酒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向丰年交代？更何况你俩到了府城，说不定还能见到丰年呢。难道你们2个不想他？再说了，读书不能一直闭门造车，还是要出去走走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都听先生的安排。大不了我把银子准备充足，再带几个人，尽量不让先生分心照顾我和小草就行。那行，你们先收拾行李，一会儿让问竹他们再上山一趟，帮你们搬。先生等一下，这是送您的酒，我自己酿的。不错，这是好酒。真的？先生也觉得我酿的酒不错？那是当然，光闻着这味道都觉得不错。对了，您酿了多少啊？打算就这样放在山上吗？还有10几坛，我打算把这酒运到县城，放在小叔的酒楼里卖，再给大叔带几坛。还有1批酒，下个月就可以喝了。先生以后要是想喝，就找我。那感情好，我以后啊可算是有口福了。小丫头，到时候可不许舍不得呀。丰盛，你俩先收拾行李，我把这些送下山，一会儿再回来接你们。我知道了，先生，这就去收拾行李。小叔，我先去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去找小猴子他们告别。行，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去。那可太好了，我一会儿给小辉他们多带一些吃的。对，再带1坛酒，还有之前烤的肉，给他们留些。这些都是我和小叔带给你们的，记得要慢慢吃啊。这里还有1坛酒，小心一些，可别洒喽。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了再来看你们。小辉听不懂兰草的话，眼睛里全是不舍。小金，你们2人要等我回来了，到时候咱们再一起打猎。这段时间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以后我带你出去见世面。小辉，你们回去吧，等我回来了再找你们玩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咱们以后还像以前那样悄悄离开，回来了自然就来找他们了，那样大家都不伤心。真不想和他们分开。别想这些了，我明天还要跟齐大夫告别呢，至少要告诉他我们的去向，要不然他会担心的。我得送齐大叔1坛酒，让他尝尝我的手艺。给大叔多带2坛，大叔一定认为我很厉害，肯定会夸我的。忘了告诉你们，齐大夫这一次也去府城，他儿子都离开好久了，想去看看。真的？他要去看白鹰哥？那还能有错？不过我刚刚可听到了，你要送齐大夫1坛酒，可别忘了啊。先生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记着呢。不过咱们得先说好了，就算是出门在路上，我还是要天天授课的。功课同样也会有，只是行路不便，白天又多背书为主，要书写的内容放到晚上好了。还有你们的功夫也不能落下，晨起练功照旧，咱们一起。出门在外要懂得谨言慎行，学会审时度势，要学会辨别是非对错，不要轻易的听信他人，也不要任人欺负，该反击的时候就要反击。丰年之前给你们准备的防身武器都要随身携带，
虽然那东西不一定能用上，但是出门在外小心一些总是没错的。还有，要记得财不露白，你们两个不要在外面露富，被人盯上了也是麻烦。这次出行就当是游学了，每天都要写一篇游记。都听先生的。先生说的是，学业是一刻都不敢松懈的。小叔，这次出门我打算把刘婶带上，有她在，我们路上还能吃到好吃的。可以，刘叔得留在庄子上照应着，如果得再弄一辆马车，行李和酒还有刘婶得单独坐一辆马车，咱俩还需要做功课背书，就不跟他们挤了，说不定到时候先生要到咱们马车上讲课呢。那就把郭大爷带上，他和来顺一人赶一辆车，就把送菜的那辆车赶一下，我留些银子，庄子上重新买马车。不用给他们留钱，这2个月时间卖瓜果蔬菜可是有收入的。哦，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那咱们先把送菜的马车赶走，让刘叔再买一辆。可以，来顺和郭大爷负责赶车，刘婶在路上负责照顾我们的吃食。咱们呀，只要跟着先生学习长见识就行了。得多给大叔带一些东西。也不知道他在府城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想我们。冯兄，一路辛苦了。大叔，我好想你。大叔也想你们。瞧见没有，你大哥那样子还真像一对父女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家就是女娃金贵受宠一些。我看他俩呀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，这就先回去了。你师娘的身体可受不住。哦，那好，先生慢走，回头我和小草去府上拜访。替我跟你大哥说一声，我就不跟他告别了。那先生慢走。是到家了吗？小的们恭迎大爷二爷姑娘回府。怎么样，这个秋千可还满意啊？大叔，我太喜欢了，谢谢大叔。大哥，我院子里有没有秋千啊？那倒没有，你院子里有个光秃秃的练武场，怎么想要秋千？大哥，我院子就光秃秃的，难道连个亭子都没有？等你什么时候能打过小丫头了，再给你安排其他的东西。如果一直打不过，那就只有个光秃秃的练武场了。不行，我得去自己院子看看。大叔，你真的给小叔准备了一个光秃秃的院子？哪能啊，那院子跟这个差不多，只是他的练武场在前院，你的在后院。我就是感觉啊，他似乎有心事，整个人呢也沉闷了许多，逗着他玩呢。是啊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小叔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以前还经常在山里打猎，后来几乎都不去了，不是练武就是读书，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去看看房间里还缺什么，到时候让刘婶去找万管家，我去看看丰盛。大叔，怎么中午一下子做这么多饭菜？你是不是晚上不打算带我们出去吃了？哪能呢，这可是为了欢迎你俩回家特意给你们准备的，晚上再带你们出去吃，快来尝尝家里大师傅的手艺怎么样？好，我还以为大叔不带我们出去了呢。对了，大叔，我还酿了不少酒呢，这次还给你带了几坛子。是吗？原来马车上的酒还真的是给我带的。李老二，快去把姑娘带的酒搬过来一坛，我要好好尝尝。大叔一会儿尝尝，我给你带了足足10坛呢。大爷，这酒啊一闻都好喝，姑娘果然厉害啊。你是个识货的呀，回头给你和兄弟们分一坛。那我就带兄弟们谢过姑娘，谢过大爷。好酒，果然是我家丫头，连酿酒都会了。大叔真的喜欢，那以后你的酒我给包了，还有一种粮食酒，不过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行。行，
哎呦，对不住了，各位，我家小少爷被人带到这里来了，我们来找小少爷的，可不能让他被拐走了，还请各位见谅啊。二宝，这点心可好吃了，你真不吃啊？你不吃，娘可要吃了。少爷，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老爷夫人在家里都快急死了，快跟小的们回去吧。姚婆，快救我！你们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儿子，你们要把人带到哪里去？大胆！我们姚家的小少爷是你这个疯女人能染指的？二宝，我真是你娘啊！你是娘怀胎10月生下来的呀！快把这个疯子交到官府，我要回家找爹娘。兰草是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里见到王氏，不过兰草现在倒是对于楼下那个小少爷比较感兴趣。如果说这个小少爷是王氏的亲儿子，那他现在的爹娘就是自己的亲爹娘。放心吧，有大叔在呢，大叔就是你的家人。我当然知道大叔是我的家人，那我能不能请大叔帮我办件事？有什么事儿，小草尽管说吧。我想知道那小孩是哪家的。啊，就是那个王氏带的小少爷。是呀，兰二叔说我可能不是兰家大房的孩子，也就是说王氏可能不是我娘，只要我在兰家过那样的日子就说得通了。你居然不是？好丫头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别管你的亲生爹娘是谁，你始终是封家的大姑娘。虽然说大叔现在给不了你安逸又富贵的日子，不过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欢欢喜喜长大，以后再给你找个好儿郎做夫君。大叔，你说那个女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放心吧，她好过不了的。即使那小少爷家里的人没有什么动作，大叔我也会找他的麻烦，不会让他再赖上你。只要能和大叔在一起，其他人小草都不在意。我就想看看我的亲生爹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们被人换了孩子都不自知吗？放心吧，你可是已经上了家谱的封家大姑娘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你想见见亲生爹娘，大叔就先帮你找到他们再说。小草，你和大哥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说来给小叔听听。小叔，我这会儿也好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啥事儿啊？跟小叔说说，小叔帮你出主意。不知道小叔对我以前的生活知道多少。之前在镇上时听兰二叔说起过，我似乎不是兰家大房的孩子，很有可能是兰家三房的女儿。倒是听大哥说起过一些，知道你是东河村人，家里没有其他人了，具体的也不太清楚。你说的什么大房三房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的身世还真有隐情？今天在戏园子里见到那个女人了，她今天扯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少爷，她说那是她的亲生儿子。哪个女人？就是那个以前是我娘的女人，在离开兰家之后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跟她再也没有一点关系。按你刚才说的意思，那女人真不是你娘？是啊，现在很明显了，那女人不是我娘，要不然当初也不会看着我天天挨打，更不会想方设法抹黑我的名声，最后竟然那么轻易就同意把我扔进山里自生自灭。别哭啊，小叔替你教训那个女人，让我家小草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小叔一定不会放过她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小草不哭了啊！小叔明天就去给你报仇，别哭了啊！其实我不想哭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是不听话。小草现在有什么想法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想知道我的亲生爹娘是谁，
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换成了儿子？他们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兰家那样对待，会是个什么反应？你想回亲生父母的家？不想回去，我只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哦，好，小丫头还愿意留在风家，就挺好。接下来，丰盛又陪着兰草说了一会儿话，直到把他逗笑了，才打算离开。大哥，你们今天见到王氏那个恶毒的女人了，我们一定要给小草报仇。那丫头刚刚在屋里哭得可伤心了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哭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别喝茶了，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去。哎呀，大哥，她已经被我哄好了，这会儿怕是已经睡下了。我是想跟大哥说别的事情。那你这么着急的跑过来干什么呀？害得我以为小丫头那边出了什么大事呢。我就是看不了小草那么伤心，你不知道她刚刚哭得有多可怜。如果她真的是被故意换掉的，那个王氏就该死。明白了，你想收拾那个王氏？我已经安排人去盯着王氏一行人了。不管以后那丫头是走是留，我们得先知道她的亲生爹娘是哪家的才行。万一以后她过得不好，咱们还能够找到她。原来大哥早有安排，那小弟就放心了。那他们可查到什么了？小草的亲生爹娘是谁啊？李老二刚刚回来报信，王氏被带到城东姚家了。之前跟他在一起看戏的小少爷正是姚家小少爷姚成。其他的事情还在查，等李老二明早回来了再说。姚家？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？能确定那家人是小草的亲人吗？现在还不能够肯定，等消息吧。哦，人呢？在那辆灰布马车里，看样子那些人是要把他送出去。你们盯紧那辆车。那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昨天在姚家受了刑，他也被打断了2条腿，不过命还在，人也很精神。之前还听那人在马车里大喊大叫呢。他可说了什么？姚家小少爷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？丰年现在只想知道姚家小少爷和自家小草的身份是不是弄错了。那女人一直说姚家小少爷是她生的，就算是被打断了腿也没有改口。看来是真的了。那个女人还说了些什么？那女人，那嗓门打得啪啪响，她居然想先接触姚家小少爷，好哄骗的小少爷跟她亲近，然后偷偷认下她这个亲娘，这样她就靠着小少爷暗中接济，在府城生活下去。哼，想得怪美。也不看姚家小少爷那个3头身的小娃娃能干什么，现在不尿床都已经是万幸了，还指望着他在府城中生活，简直就是笑话。又不是所有孩子都跟你家姑娘一样机灵能干，那女人怕不是还没睡醒吧？谁说不是呢？那女人当时还扯着要见姚家当家人，不过被姚管家给撅了回去。哦，那姚家的当家人去见王氏没有啊？说来也奇怪，起先姚家人是没打算见他的，也不知道他跟姚管家说了什么。姚家夫妇2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来见王氏了。他们见了都说了些什么？哦，要说那姚家老爷还真是个狠人，见面之后2话不说就踹了那王氏2脚。哎呦，看得我都觉得疼啊！少废话，他们说了什么？可有提到另一个孩子？哦，王氏说当年2人一起生产时，她和婆婆用儿子换了她家的女儿，这事儿也只有他们2个知道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让姚家后辈都帮衬家里一把。这王氏是怎么解释那个女娃的事啊？他想认回自己的儿子，势必要交代清楚那个女娃的事情，不是？他告诉2人，那孩子病死了，家里为了给那孩子治病，已经卖了倾家荡产了。病死了还倾家荡产了？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，把人家闺女弄死了还想要好处。谁说不是呢？姚家主母还真是霸气，直接扔下2个字：活埋。所以说前面那辆马车出城是为了活埋王氏。是啊，等他们埋了咱们给挖出来，然后再埋了。前面的灰布马车很快就到了城外的乱葬岗。我说二明哥，
这女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呀？小少爷真的不是咱们姚家的？呵呵，这谁知道？这事以后还是不要再议论了。不管这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，跟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关系。我们老实当差就行了。知道太多，死得快。想那么一会儿把王氏从土里挖出来干啥？咱们要打一顿吗？就这么办，先把人从土里挖出来，然后再把人气个半死，最后再将人埋回去，要不然真不解我心头之恨呐。不过他转念又想，我这样直接处理了王氏，不知道那小丫头会不会多想，要不要让她跟王氏见最后一面呢？老二姨，你看咱们这样子处理了王氏，你家姑娘会怎么想呢？大爷，依小的看，这事儿还是要告知姑娘一声。这王氏当初可是一心想害了姑娘，想要她的命，咱们也不知道姑娘是个什么想法，说不定姑娘现在有话想问王氏呢。那行，你回去请姑娘过来，我们等她一会儿，记得让香梨给你家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们要让王氏看看你家姑娘离了兰家之后过的是如何富贵。是，大爷，小的这就去。姑娘，让香梨帮您收拾一下，跟我出城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哎呀，王氏啊，要被姚家给活埋了，大爷守在那里，想让姑娘去见他一面。活埋？是姚家的速度好快，昨天抓到人，今天一早就要活埋。是啊，大爷说让香菱把那把最好的衣服穿上，气死那王氏。好，大叔，我来啦。丫头，大叔不知道你对于王氏是个什么样的想法，不过他现在已经被姚家人活埋了，我们这会儿把他挖出来，你想说什么就说。兰草再次听说王氏被活埋，还有些愣神。丫头，别难过，以前的苦难已经过去了，你要让那个女人看看现在的你是高攀不起的，她不值得你为她难过。大叔，我不难过，只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家的孩子。就在丰年和兰草说话的同时，赵亮几人也把奄奄一息的王氏从土坑里挖了出来。是小仙子救了我们。不是我救你的，我只是来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好好回答的话，我让家里的下人送到医馆去。你的声音……我的声音怎么了？小仙子您问吧，我实话实说，只求小仙子救救我。姚家小少爷真的是你儿子？真的，那确实是我亲生儿子。你儿子怎么会在姚家？姚家那个上门女婿是我家小叔子，当年他们回乡告别爹娘，在家里住了几天，正好赶上跟我同一天生产，姚家急需一个儿子来传承香火，就用自己的女儿换走了我的儿子。不说实话，还是埋了吧。我没有说谎，真的是我那妯娌要求换走我的儿子的。哼，还敢狡辩！来人，填土！别！我说，是我自己趁那妯娌没醒来的时候，和婆婆一起将孩子换了。这次是真的确定了，我不是蓝安庆和王氏的女儿，真好。你儿子的生辰是哪一天？兰草从来没有过生辰，因此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生辰是哪一天。是3月初4。被你换走的那个孩子呢？那孩子病死了，我们家花了好多银子，都没能将孩子救回来。可怜我们一家人财两空，我这才沦落到府城来。哦，病死了？我怎么听村里人说你把他扔进深山里自生自灭了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什么扔进深山？不懂？那你好好看看他是谁。他是谁？他是……王氏越发确定眼前的小仙子正是自己那个如同小乞儿一样的养女。死丫头，还杵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快拉我上去！你现在翅膀硬了不是？
敢不听我这个当娘的话了，快拉我上去！丰年二话不说，直接往坑里扔了一铲子土，正好顺着王氏的脑袋砸了下去。我家姑娘也是你这个粗鄙妇人可以随意辱骂的，简直不要命了！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别埋我，别埋我！小草，快救救我！别埋我，我是你娘啊！当初我求你们别扔了我，你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？是啊，当初我是怎么说的？好像是第一个站出来赞同把这孩子扔掉的，现在又有什么脸在这里求救啊？可是他不甘心呢，他还没有靠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养活，怎么能就这样死了呢？小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让他们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呀！可怜我一把年纪跑到府城来找儿子，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求求你们放了我，我再也不出现在小草面前，这就回东河村再也不出来了。你还想回东河村？先出了这土坑再说吧。再说了，你回去干什么？你们兰家已经没人了，回去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兰家已经没人了？哎呦，我忘了你不知道，你的大儿子被兰家老两口给卖了，你家那个老太婆被兰氏族人陈塘了，那老兰头啊瘫痪病死在了废弃的家里，还有你男人跟着一个女人做起了人贩子的买卖，被杀了头。不可能，老两口不是最疼小圆了吗？怎么会把他卖掉？我离开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小圆当时是犯了小错，只要被关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的，他以后还要读书，会有大出息的。大出息？就凭他极力将自己的妹妹扔进深山，凭他试图将二房的孩子留在身上自生自灭，还是凭他小小年纪将更小的孩子推进水里，要用救命之恩换取读书的机会？简直就是笑话！整个清溪镇还有谁不知道你的大儿子是什么德行，还想有大出息？不可能！你们这些恶人就会欺负我们家，这死丫头明明就不是我家的孩子，凭什么要一直养着她？把她送走到底哪里不对了？凭什么这事就坏了我儿子的名声？兰园的名声比一条命都重要。哼，我还真就告诉你，我家姑娘还真不是你这样的人家能高攀得起的。什么东西？好了，跟这人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丫头，我们回去吧。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，也安心了，这里留给老二处理就行。好。不要不要，小草，娘错了，快救救娘啊！救命啊，小草，快救救我！哼，别叫唤了，也不用谢我们。虽说我们直接将你埋进土里，也省得野狗再把你刨出来分食掉，你也不用感激成这样。安心的去吧，没准你那病死的小儿子正等着你呢。好歹呀，也算是相识一场，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去吧，记得下辈子别做恶人。小草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吓到了？丫头别伤心，你还有我和丰盛呢。大叔，我没事，我现在感觉心里轻松很多。我不是蓝安庆和王氏的孩子，我很开心。走，快跑！我不走，走了大叔怎么办？快走，我拖住他。大叔现在护不住你，你还是去找你爷爷。兰草回身看了一眼再次缠斗在一起的两人，不再犹豫，直接掏出了一个纸包砸向两人，同时他赶紧将自己的口鼻捂住。快走！放开自己人！兰草下一刻便在黑衣人的胸前摸了起来。这人刚刚示意自己这里有东西，那就先把东西拿出来看看好了。国师府？为什么国师府的人一上来就把剑指向大叔？是因为国师府对我有什么企图，
还是因为大叔起了别的心思？安顿好丰年之后，兰草再次回到黑衣女人跟前，再次在她身上搜起来。很快他就发现了这女人胸前还藏着其他东西，居然是一个灰色的小荷包，上面还绣了一个丑丑的扫把。啊，这不是爷爷用的扫把吗？或许眼前这个黑衣女人真的和爷爷有什么关系？也许他对我真的没有恶意，难道他真的是国师傅那个妖孽男人派来的？哎呦，如果这人真的是那人派来的，那他是不是带来了封家老爷的消息了？不行，得先把大叔弄醒了再说。想通之后，兰草没有再犹豫，直接从空间拿出解药，来到丰年的榻前，朝着他脸上喷了2下。快跑！大叔，那人被我迷晕了，没事了。迷晕了？对，迷晕了，我也晕了。丫头在屋里待着，我看看外面还有没有人。哎呀，大叔，我刚刚已经看过了，那女人在外面没有同伙，您就放心吧。大叔，她是国师府的人。什么？国师府？那大叔看这个，是从她身上搜出来的。你的胆子以后要收一收，这样的杀手，你还敢搜他的身？万一他身上还藏着暗器毒药什么的，还不得害了你自己啊？我知道了，大叔，以后会小心的。还真是国师府。诶，居然是个女人。就这样，丰年再次对黑衣女人进行搜身，而他将手里的小荷包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果然这荷包的打开方式跟他以前那个口袋一样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荷包，里面有许多零碎玩意儿和各种盒子，上面居然还有一封信，里面有2张纸。封安昌已经安顿在国师府，安心，飞月留在你身边保护你，盼日后京城相聚。林。兰草有些懵，这个封安昌是谁？应该是大叔的父亲吧。那个林又是谁？难不成是我之前在桃花镇见到的那个妖孽男人？那这个绯月呢？一定是今夜这个黑衣女子了。大叔，你做什么？啊，我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或者毒药什么的，万一他存心想要伤害你的话，那我还真不一定能够护得住你呢。他是真的没有坏心，刚刚检查了那女人的头发，这会儿正在检查她的鞋子呢。哎呀！兰草着急的赶紧抢过丰年手里的鞋子，给地上的女人穿上。他真的是自己人来送信的。真的？我看看。我爹找到了，他没事了，他还活着。大叔，你会不会给女子挽发？挽发？这我哪会啊？那可糟，我也不会。你刚刚把人家的头发全部解开，还弄得那么乱，这下要怎么办？地上躺的可是国师府的人，而封家老爷子还在人家手里。要不我试试？其实我会一点点，以前还给丰收梳过发呢。好呀好啊，大叔快把人扶起来，我去拿梳子。太好了，把这女人收拾利索了再让她醒来，免得到时候发现被搜过身再追着大叔打。丰年梳发的动作虽然笨拙，但是好歹算是挽出了一个能看的发髻。啊，可算是好了，可真是费劲啊，比打一套拳都累呢。我把他弄醒，好好问问。兰草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之前那瓶子，对着黑衣女人喷了几下。大姑娘，奴婢绯月受主上之命，给大姑娘送信。他说着就去自己的腰间摸了自己带来的荷包，只可惜他把身上都摸遍了，也没找到那个荷包，就连自己的身份玉牌都不见了。绯月，你可是在找这个？回大姑娘，荷包是要带给您的，能否请大姑娘将玉牌还给奴婢？这东西比奴婢的命还要值钱。给，荷包我留下了。奴婢奉主上之命前来送信，并照顾姑娘，知道姑娘跟封家大爷亲近，
便想试试大爷的身手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还请恕罪。姑娘不必在意，只是您的主上是哪位啊？我家闺女怎么就成了你家的大姑娘？对啊，你的主上是谁？难不成是我之前见过的那个漂亮至极的叔叔？漂亮至极？是吧？主上说他和大姑娘的渊源极深，让您二位安心受着。真的？我刚刚已经看过信了，上面还提到封家老爷子，你能给详细说说吗？主上已经找回了封家老爷子，现在将人安置在国师府的后院里。两位放心，我们主上已经安排了几个下人贴身照顾，只是京城人多眼杂，老爷子又需要养身子，还不能随意外出。我父亲他怎么样？可是受了伤？老爷子确实受了伤，现在也行动不便，需要养一段时日。不过京城民医众多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转。父亲他受苦了？干什么？怎么又用剑指着我？有话好好说。少废话，你刚刚搜我身了？啊，之前你上来就对我喊打喊杀，我当然以为你是坏人了。对你搜身不是很正常吗？把袜子还给我。啊，袜子？对，别装傻，快还给我。难不成是刚刚给这女人穿鞋袜的时候出了岔子？可是我总不能说是小丫头帮她穿的，那就显得我这个大男人太没担当，让一个孩子背锅。飞跃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少废话，看老娘教训你这个登徒子，打断你一条腿，让你以后再祸害人。你大哥？不可能，我大哥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这孩子急什么呀？我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你们封家又要多一件喜事了呢。姓封的，你别跑，把袜子还给我。姑奶奶哟，你可小点声吧，别追了，我真没拿你的袜子呀。胡说，你个小人，我杀了你。就这样，他们两人一个逃一个追，也有意避开前来看热闹的人。很快两人便消失在家道尽头。算了，不看了，眼睁睁看着大叔挨打，怪不得劲儿。丫头，刚刚跟丰年打斗的是谁？你是不是看到了？我不知道。丰年呢？快说说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小丫头饿坏了，刘婶快摆饭，赶紧让丫头填饱肚子。丰婶在这里守着小草，等她安顿好了你再回去。丫头你赶紧吃饭，吃完饭呢就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嗨，快说说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刚刚和你打架的女人是谁呀？看你揉胳膊，你这是挨揍了。我听人家似乎在找你要东西，你拿了他什么东西？哎，你等等我呀，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别跑啊！你这人真是的，跑什么？你是谁？绯月，来照顾我家大姑娘。是绯月回来了吗？姑娘，绯月回来了。快进来，正好介绍你们几个认识。风二爷有礼了。好，你真的是从京城来的？是的，风二爷，我从京城带了一封信，在您大哥那里。多谢姑娘。风二爷不用这么客气。不像那个丰年，不说感谢我，还无耻地占了我的便宜。同样是兄弟两个，怎么差距那么大？小草，快跟我走！小叔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咋跑这么快？快，魏康来了，这会儿正在主院正厅和大哥一起说话呢。魏康？谁呀？你这么激动干啥？魏康，现在姚家的当家人。姚家？那不是……我也是昨天才确定自己是姚家的孩子，怎么对方今天就找过来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不对啊，他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要不要过去听听？我去看看。一路上，兰草的心情特别复杂，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亲生爹娘，也不知道对方这个时候过来是为了什么。只是她在进正院之前却有些退缩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人。于是她在进院之前直接上了屋顶。听说封将军是清溪镇人，
说来也巧，我们还是同乡呢，祖上正是清溪镇东河村人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巧了。我对东河村还是挺熟的，只是那个村子似乎并没有姓魏的，难道是我记错了吗？我本是东河村蓝家的小儿子，从小被养在魏家，也改了魏姓，现在又生活在姚家。原来是这样，东河村确实是有不少姓蓝的人家，与我相熟的也有1、2家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不知道将军可认识蓝桂川一家，我就是他家的小儿子。他们家呀？那可太知道了，只怕清溪镇几个村子里的人对他们家都很熟悉呢。真的？能否请将军给我讲讲他们家的事情？我从那里离开已经有5年了，期间没有一丝消息传来，这心里还是牵挂的。啊，魏兄竟然是他家的小儿子，幸亏你没在那蓝家长大，幸好呀。还请将军明言，自从6年前回乡一次之后，家里就再也没有回过信，又因为我身份尴尬，也没有再回去探望过，这心里实在着急。魏康心里也苦得很。自从5、6岁时他被送去魏家当儿子之后，虽然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但是他心里一直念着蓝家人。只不过当时魏家爹爹讨厌自己提起蓝家，他便不敢表露出来。后来魏家有了亲生的儿子，自己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了。魏家爹爹直接要送他去姚家做上门女婿，免得以后跟自己的亲生儿子抢家产。既然魏兄想知道，那魏兄就一一告诉你吧。只是听完之后也不要着急。还请将军告知。这蓝家早在去年冬天就已经散了，家里2个老的，女的被沉了塘，男的瘫痪病死。什么？陈塘瘫痪病死了？是啊，这么多年清溪镇可没有出过陈塘的事情，当时闹得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就陈塘了呢？还是我爹瘫痪暂床都没有请大夫吗？我那2个哥哥去哪里了？都不管吗？去年秋冬蓝家接连发生了许多事情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，我都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竟让2位兄长都不管二老了吗？深秋，蓝家人将大房5岁的女儿送进深山里自生自灭，当时在村子里闹得很大，村里人连夜进山去找人，却只找到一只破烂到不成样的鞋子。再后来是大房的大儿子打算把2房的儿子丢在山边的林子里，不过好在是遇到了好心人，那小子连夜被人送了回去。再接着就是蓝家老婆子在大冬天推怀孕的2房媳妇下水，2房一家无奈分家出去，搬到了李家村去住。后来听说大房那小子算计镇上的刘先生家的小孙女，将人推进水里又救起来，打算用救命之恩给自己换一个求学的机会。大房那小子被关进县衙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直接被家里的老2口给卖了，然后大房2口子也相继失踪。再后来老蓝头生病瘫痪，那老婆子为了摆脱他，直接将人扔在了李家村，还试图当众勒死他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那老婆子被蓝家宗族给沉了塘了。老蓝头没活多长时间也走了，倒是今年春天有了蓝家老大的消息，只不过他已经成了一个人贩子，偷了东河村几个孩子，打算弄出去卖，被抓了个现行，最终也被砍了头。现在的蓝家只剩下了2房一家还在李家村住着，大房媳妇抱着小儿子跑了，小子被卖了，其他人都死了。居然出了这么多事儿！那个5岁的孩子怎么就要被丢进山里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病死了吗？将军可知道他们为什么把那5岁的娃娃扔进山里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只是听说那孩子自小住在蓝家的柴房，每天都要挨那家人的打，过得很不好。丰年感觉自己的火烧得差不多了，可别一下子将眼前这人给刺激疯了，那样的话说不定小丫头会生气呢。好，多谢将军告知。好，让将军见笑了。我只是多年没有蓝家的消息，过来询问一二。可惜那个家也散了，可怜大方那5岁的孩子，实在让人心疼。谁说不是呢？当时河东村许多人家夜里都上山找人了，
一个个心疼的哟。哎呀，不过魏兄还是有亲人在的，你二哥一家不是住在李家庄的吗？风将军，我忽然想起家中还有要事处理，就不打扰了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要请个大夫？他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儿。如果她还活着，应该跟眼前这个孩子一样可爱吧。多谢关心，我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喝些温水吧，这个竹筒还是从清溪镇带来的呢，就送你啦。看你脸色那么差，只怕是生病了，要记得喝啊。谢谢你啊，这个竹筒我很喜欢，这个给你当见面礼。今日有事要回去处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好。姑娘，你这是不跟他相认吗？他不是来找女儿的。大叔。丫头来了，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没有，不开心。哭了？是不是生气大叔刚刚没有告诉那人你就在这里啊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些失望，他过来居然不是找我的。丫头，你听我说，刚刚没有对他说出你的下落，大叔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丫头，你身上的秘密太多，会让那些心智不坚的人起贪念的，所以能够待在你身边的人必须是那纯善至善有明理之人。如果被那心怀不轨的人发现你的不同之处，只怕你会被人圈禁起来折磨，甚至这条小命也会保不住的。知道白霜为什么会被送走吗？也不是说他不好，当年他跟我上山尽心尽力地照顾丰收，这没得说，只是有的时候拎不清，就像他那样不顾一切地想见自己女儿的样子，容易给你带来麻烦惹祸的。所以像他那样的人不能够留在你身边。白姨现在在哪里？我把他安置在一个较远的庄子上，在那里专门种植草药，他也可以研制一些新药什么的。而且他在那里成了家，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就会重新有了自己的孩子了。真的？那白姨过得好吗？她开心吗？当然开心，那里有他亲生的孩子，有他喜欢的草药，怎么能不开心呢？他人很好，只是不适合继续在咱家。接着丰年又继续刚才的话题。今天我是故意没有把关于你的事情讲出来，一来呢是姓蓝的那家人之前让你遭了太多的罪了，二来是咱们都不了解这魏康的性情，万一他跟老蓝头还有蓝安庆一个德行，那岂不是又害了你吗？当然如果他们一家真的疼你对你好的话，大叔自然同意你去认他们，以后你就跟丰收一样有2个家。大叔谢谢你。傻孩子，该大叔谢谢你，是你救赎了整个丰家，如果没有遇到，大叔现在还被困在山上呢，为了丰收的病发愁，也不会找到丰盛，父亲也不会被救，你才是整个丰家的恩人呐。小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叔，我现在很好。大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他想知道自家大哥对于魏康是个什么看法。我已经让人盯着姚家了，看看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女儿的遭遇之后是个什么样的反应。其他事情以后再说，午后带你们去看戏，这可是小丫头最喜欢的，趁着还有时间就多陪陪你们2个，你俩啊也好在府城好好的玩上几天。好耶，我还想去看前天的戏。大哥，我想去姚家看看。我已经派人去了，再说了，现在大白天的，你一个孩子怎么靠近姚家？咱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呀。可是丰盛还想再争取一下，他怎么都不放心让小草回到那样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家，万一被算计了吃亏了怎么办？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你们都放心吧。如果姚家不是良善之家，我肯定不会答应让他回去的。马上就要去西北了，如果是这丫头自己想回去呢，我要不要让她也离开啊？万一她在姚家出什么事，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小叔你别怕，我不会丢下你独自离开的。放心吧，你不用怕，我弄清楚姚家人的脾气秉性，我是不会放心把这丫头交给人姚家的。就算我马上也离开府城，这事儿自然还有人继续查探。
小叔你放心去吧。刚刚我过去拦你们，给他一个竹筒也是有想法的。毕竟他是我的生身父亲，不管以后我和他认不认，就当是报答了他的生育之恩，以后也没什么牵扯。如果他们姚家有心的话，肯定能打听到我还活着，自然有相认的那一天。不是，你们说什么？小丫头刚刚去见魏康了。然后兰草从布袋里拿出玉佩，又将他之前拦住魏康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并且讲了自己的想法。我家丫头做的没错，走，带你们看戏去。再过2天，我就要离开府城了。蓝安庆，王氏，我杀了你们！说什么病死了，居然是扔进山里了，扔进山里了！哈哈哈哈！蠢，我真是蠢！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魏康回到姚家之后，径直回了主院。他打算第一时间把刚刚听到的事情讲给姚慧欣听。老爷，夫人正在小憩，您不能进去。滚开！你一个大男人跟他们置什么气啊？都是伺候多年的老人了，总要留些面子的。这人才出门半天，怎么回来就发这么大的火？也不知道是下面哪个掌柜惹到他了。哼，那些下人的面子可真大，直接将我这个当家老爷拦在门外，还想拉扯我，是不是以后想见你，得先经过他们同意？你说什么胡话？他们只是怕你伤到我，哪里有什么坏心？伤到你？这么多年我可曾伤过你？那天不是小心翼翼供着，生怕惹你有半分不快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那些下人也是为了我好，老爷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了，我会教训他们的。今天有正事跟你说，之前王氏说的关于陈二的那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怎么又提起那个贱人了？不是已经被活埋了吗？敢拐带我的陈儿，简直就是找死！怎么，你后悔了？我后悔什么？现在恨不得把人刨出来鞭尸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忘了，那个王氏说，陈二不是咱们的儿子。他胡说，陈二怎么可能不是我们的儿子？那个王氏就是穷困潦倒了，想要劫持陈二威胁我们。那种人说的话你也信？不是这样的，王氏只怕说的没错。我今天去了封。老爷，老太爷请您过去。我和夫人有话说，一会儿再去老太爷那里。老太爷请老爷马上过去，有要事相商。看到没有，这院子的猫儿狗儿受个委屈，立马就能让老太爷给他出气。也罢，就去老太爷那里走一趟。刚刚说的事儿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北月，我们晚上去姚家看看吧。是，听姑娘的。啊，你都不拒绝吗？您是我的主子，这没什么好疑惑的。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你的主子了。主上不是带给姑娘一个荷包吗？他说姑娘一看就明白了，怎么奴婢看姑娘的意思似乎是不太明白。那荷包我倒是认识，就是有些不敢相信他居然……兰草想说的是，自己的遭遇已经很奇特了，没想到居然有人跟自己一样。主上之前说过，您跟他似乎是师出同门。同门？老爷，你回来了，父亲有没有为难你？没事，看来家里一些旧账，花费的时间有些长。夫人等急了吧？那我就放心了。老爷今天还没看过陈二吧？你之前说的是……唉，陈二我就不见了。先说说之前去封家打听到的事情吧。封家？什么封家？就是府城最近颇有盛名的封副将，他就是清溪镇人，对东回村的事情也知道一些。我今天去拜访了他。什么？他是清溪镇的？你今天都打听到了些什么？封副将也不清楚王氏的女儿是不是亲生的，但是那个孩子在家里过得很不好，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经常挨打不说，最后还被那家人给扔进深山里了。啊，扔进深山了？
他不是要了那孩子的命吗？这事儿整个东河村的人都知道，村里人还组织一些人连夜进山找人，结果其他村子有许多人知道这事儿。那姓王的贱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的女儿，那晨儿，老爷，王氏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？究竟哪一个才是我们的孩子呀？如果那孩子是我们的亲女儿，那她该有多苦多疼多无助。还有晨儿，咱们养了她那么多年，她怎么就不是咱们的亲儿子呢？还有，我以后要怎么面对晨儿，这心里头也不舍呀。不，这不可能，我生辰二世，王嬷嬷一直守在旁边的，她不可能看着王氏换孩子的。老爷，肯定是那王氏重男轻女，才那样错摸一个孩子的，是那一家子人恶毒，是那王氏贪得无厌，想用晨儿威胁咱们，他想要银子。夫人，你冷静些，别这样，这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了，下一刻老太爷就会派人过来换我们去后院。你想我跟他老人家怎么说了吗？可是那个孩子该多苦呀，万一他真是我们的孩子呢？那他不是吃了很多苦？我要去找王嬷嬷，她肯定知道这事儿的真假，只要不惊动父亲，把嬷嬷找来就行了。不是说他是姚家的当家人吗？怎么似乎很怕姚家老太爷？姑娘，一个入赘进来的女婿，在这种家里能有多好过？还不是被人时时处处防着。魏康只是明面上的当家人，实际上这姚家老太爷依然掌控着姚家的一切。是啊，听说姚老太爷当年可是厉害的紧呢，一个人掌控姚家全部的产业，将那些旁支打压的屁都不敢放一个。难怪，那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吧？那他们会怎么选择呢？忽然兰草有些没信心了。或许姚家人宁愿继续养着姚成，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孩子被换了吧？姑娘，别这样想，你还有家人。大小姐哟，找老奴什么事儿啊？老奴一定知无不言。那可太好了。嬷嬷可还记得我们在东河村的王氏？多年前她跟我同时在兰家生产的。哦，那个王氏啊，当然有印象啦。老奴记得当时跟小姐是同时发动的，并且在同一天生产。小姐怎么忽然提到她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前几天她跑到府城，还乔装混进府里，把成哥给带出去了。后来我将人抓住，才将成哥救回来。什么？他来府城了，还把成哥带出去了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后院一点都不知道。嬷嬷那2天染了风寒，回家休养去了，当时并没有惊动你。不过我今天想问的是，王氏当日说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想问问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大小姐想问什么？他说程二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我当日生的是个女儿。他说生产当日，他便把2个孩子给换掉了。嬷嬷，当时你可是一直守着我的，2个孩子究竟换没换？程儿究竟是不是我的儿子？那女人胡说八道，这不可能。大小姐当日生产时，老奴一直守在周围，小少爷根本就没离过我的视线，怎么可能换掉孩子？不行，我要和那个女人对峙，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大小姐，您可不能听那个女人胡言乱语啊！老奴从小就在姚家伺候，一辈子兢兢业业，这老了，还让一个外人给污蔑了，老奴冤枉啊！如果孩子被换，老奴怎么可能没发觉？那个王氏呢？王氏怕不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居然说咱家小少爷是他生的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感情我难过纠结了这么久，这魏康和姚慧欣并不是我的亲生爹娘。终于有人证实了，
成儿确实还是我的儿子。这一切都是王氏胡说的，终于可以放心了。我家男人听风就是雨，害得我提心吊胆一整天。魏康的心里并没有姚慧欣那么轻松，他的目光紧紧盯着王嬷嬷，心里还是有些疑惑的。不过他不打算再开口了，这事儿还是自己一个人慢慢查吧。他总觉得王嬷嬷今天晚上的应对太完美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吧。姑娘，您别难过。大河，你在家里守着姑娘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里？有件事要去证实一下，你守好这里就行。斐月在姚家前前后后转了一圈，都没有见到魏康。他原本想看看魏康听了王嬷嬷的证实之后会是什么反应的，结果竟然没找到人。后来他在前院听到2个小厮聊天，才得知老太爷就打发魏康出门巡查店铺，这一走大概要2-3个月才能回来，还不知道这个年要在哪里过呢。是姚家有问题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是姚家老太爷有问题。大小姐，老太爷请您去后院，您快过去吧，我让秋果来看着少爷。父亲让我去后院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个老奴不知，大小姐快随我过去吧，小少爷这边有奶娘和秋果他们呢。父亲，魏康今天被我派出去巡视产业，这过年怕是也赶不回来，你会不会怨为父啊？女儿不敢，父亲这样安排，想必有自己的道理。魏康始终是外人，你不能事事都听他的，家里的产业让他管一部分就行了，家里的事情你也得上些心，不要总围着成儿转了。是，女儿记下了。明天把成儿送到我院子里来，他已经6岁了，也该请个先生开始读书了，为父也好教导他打理家中产业的事情。父亲，成儿还小，现在就学打理家业，只怕我舍不得。哼，心疼了？昨天不是还在怀疑这孩子的身份吗？现在就心疼了？父亲息怒，是女儿错了，不该怀疑成儿的身世，女儿错了。你个耳根子软的，那魏康也不知道在外面听了什么人的话，回来跟你说2句，你居然都敢不要我的乖孙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找王嬷嬷去盘问，说是不是这些都是魏康出的主意？父亲，女儿没有不要成儿，一直疼她都来不及，怎么会不要她？可恨那王氏趁您出外礼服，我和魏康都不在家时，将成儿诓骗出去，后来抓到人时，他才说了那么一句，说成儿是他的儿子。当时女儿是不信的，直接就将人处理了。谁成想夫君他伤了心，这才想着请王嬷嬷过去问问，免得这事儿扎在我们2人心里总是根刺。父亲，女儿真的没有不要成儿啊，求您将她留在我身边吧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今晚回去就收拾孩子常用的东西，明天把孩子送来，我会好好教导他的。咱们姚家的产业是不会交到一个外人的手里的。父亲，女儿这就回去收拾。我也老了，管不了你们太多，只能尽心培养成儿了。那个魏康和我们姚家不是一条心，以后就把他放在和你李伯一样的位置就行，别什么事都听他的，免得你以后后悔。父亲，李伯可是姚家的管家，让他把自己的夫君放在和李伯同样的位置，这让他如何自处？那自己成了什么？滚滚滚！你这是什么眼神？
我这也是为了姚家好。家里的产业他魏康想都别想，他就只是个管事的，这些以后都要交给我亲自培养出来的孩子。冯生，回去以后冬天就不要回山上了，镇上的院子也修整好了，县城不是有几间铺子吗？想住哪里都行，记得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小草，学业和功课都不能够落下。待冯先生回去之后就去县城读书，我已经让李管事在安排了。丰收以后留在府城要格外小心，这府城有钱有势的人太多，现在秦家还没有站稳脚，不要轻易的招惹外人。如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来找万管家。小草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不要想太多。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好好的长大，记得以后凡事都要小心。大叔不在你身边，很多事情都要靠你自己了，保护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会照顾好小草的，一定不偷懒，好好练功，以后也跟大哥一样去西北。对啊，我现在很乖的，不乱跑不惹事，有什么事就让大和翡月他们去做，乖乖在家等大叔回家。翡月扛着个人回来的时候，兰草还在正院那边用饭。你，这人是谁？昨天那个王嬷嬷，你先把人关起来，等姑娘回来了再问话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里面关了个人，姑娘肯定感兴趣。什么人？我会感兴趣？我刚刚去了姚家，把昨天晚上那个王嬷嬷带来了。是她？打得重了，到现在都没醒。我来。大河手里拿着一根针，直接走了过去，在那王嬷嬷的人中位置狠狠地扎了下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别管我们是什么人，老子就问你一句，你家那小少爷是你姚家的种吧？你说什么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别耍花样，你家那8岁的小孙子可在我们手里，不老实以后就别信你那宝贝孙子了。哦对了，还有你那如花似玉的小闺女儿，听说要嫁给一个秀才了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那孙子和闺女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你们了。那你还不快说，你家那小少爷到底是不是姚家人？快说。小少爷是我趁大小姐生产昏迷时换来的，不过这也是照老太爷的意思来的。说仔细些。早年老太爷伤了身子，就只得了大小姐这么一个后，为此遭了姚家其他人不少奚落，因此也拒绝了族里安排过继旁支那边的男娃的事情。老太爷给大小姐招了个入赘的女婿，希望能生个儿子出来，也算是姚家的苗。可是又怕继续被旁支那边捣乱，才同意大小姐在有孕8个月时随着姑父回乡。临走前老太爷交代过，让我提前偷偷备个男婴，万一大小姐生的是个女儿，就将2个孩子换掉。所以说你们姚家小少爷是你提前准备的男婴？不是，那孩子身体才刚到东河村就没了，被捂死了。正好那家的大房媳妇儿也在当天生产，我就在别人的掩护下将他家儿子换了过来。那家的儿媳妇也发现了这事儿，不过并没有阻拦。就没有想过你们家的小小姐在那里会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会不会被搓磨被苛待？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过问过那孩子一句。怎么可能？那女人可是答应过会好好对待小小姐的，只可惜小小姐是个没福气的，早早便病死了。什么病死了？那家人去年就把你们家小小姐扔进深山了。不可能，明明是病死的，怎么会扔进深山？那个女人承诺过她会好好对待小小姐的，让她衣食无忧，以后给她找个好人家。可事实是，被你换过去的孩子从小被搓磨着长到5岁，不给饭吃，没有衣穿，天天干活，天天挨打，最后被扔进山里。不，这不是我的错，
是老太爷怕大小姐生不出儿子，这才事先吩咐我换了孩子的。这一切都是老太爷的错。这些都是你这个老钱婆一手造成的。既然你这么嘴硬，不如把你那小孙子也扔进山里喂狼吧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我的那孙儿太小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扔进山里会死的。求求你们放过那孩子吧，他还小，求求你们了，我给你们磕头，放过我孙子吧。可是那孩子当时也是这么哭求那一家人的，可惜一点用都没有，他还是被扔进了山里。你，我怎么了？你究竟是谁？怎么跟我家老夫人长得那么像？你猜，或者你下去问问你家老夫人。丫头，别哭啊！大叔在哪？在哪？被丰年抱在怀里哄的兰草，想到自己以前在兰家的生活，再也控制不住，一下子就大哭起来。不哭啊！丰年说着，直接把兰草抱出了杂物间。杂物间里，飞跃二话没说，拔剑挥了下去，直接砍了王嬷嬷的一双手。手伸得太长就该砍掉，害我家姑娘吃那么多苦，你该死！把她刚刚说的话写下来，然后让她画押，再找人给她包一下，别让人死了，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呢。一会儿让丰年把人安排到一个妥善的地方。放心，都交给我吧。小草，别哭，大哥到了西北就给咱俩写信，等过2年我再大一些，就带你去西北找大叔。不是因为这个，他刚刚确定自己的身世，知道那事的来龙去脉，这会儿又想起了以前的苦日子，才会这样哭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那姚家人不是他的亲人吗？这事儿回头再说，再把咱们家这小祖宗哄好再说。我不想，我不想哭的，控制不住眼泪，我只要大叔平安。没事儿，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丫头安心，我们啊都是你的家人，会一直陪着你，陪你一起长大。好了，你乖乖睡觉，等你睡醒了，一切就都过去了。走吧，刘婶和香梨先守在这里。那人呢？大爷，小的正打算把人换个地方关押呢，这种人还是不要污了姑娘的院子。把人带上跟上，让刘婶安排人把这杂物间给清理出来。你说的没错，这院子不能被这种人给弄脏了。这才让大河把人扛着重新关押到了主院的地窟里。万管家匆匆忙忙过来的时候，丰年已经回到书房里伏案写信。我离开之后，你派人盯着姚家，如果那魏康从外面回来了，将这封信交给他，把他引到王嬷嬷眼前。是大爷。其他事情都交代过许多次，你记着就行。家里有什么事儿，给我去信。大爷放心，您交代的这些老奴都记下了，定会为大爷守好家的。万管家离开之后，丰年换上一身黑衣便出了门。他刚刚答应过小丫头，一定会替她报仇，不说让那姚家横尸遍野吧，教训一下那个狠心刻薄的老头。丰年没想到，他刚刚跳到姚家的屋顶上，差点被迎面扫过来的一柄长剑给逼退下去。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，我就来干什么。那老头的院子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干啥？那老头是我的，你不准抢。呸，不是，是那老头得由我来收拾。你不准笑。我没笑，你慢慢玩。我去那老头的院里看看。你站住，那老头交给我来收拾。
你准备怎么做？你呢？该不会是要暴打一顿吧？我先来，你靠边。别呀，你把人折腾死了，我还怎么替小丫头报仇啊？在姚老太爷的屋顶上，丰年和斐月又僵持在那里，都想先对姚老太爷下手。丰年想要先掏空这老头的私房，然后再给他下点养阳药助助兴，既要不了他的命，也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。不行，这样太轻了。斐月说着，想把自己从京城带来的毒药用上。你别一下子把人给折腾死了，我还想等那个魏康回来，想必他也是恨这老家伙的吧？毕竟自己在这姚家处处被人刁难，唯一的女儿还被故意抱走，受了那么多苦，这老头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。那行，不过你那养养粉多用些，要不然不解恨。放心吧，我这手里的可是个秘制养养粉，指定让这老头难受的死去活来的。我们分头行动。斐月白了一眼有些得意的丰年，径直往脚下的屋子里撒下了迷药。他得先把这老头的私房找出来，拿回去给姑娘当补偿。丰年这边给姚老太爷用了半包养阳粉，不过他并不觉得解气，又将另外一半药粉下到了后院的水缸里。这个位置的水缸应该洗漱用的，这里面的水被谁用了就酸爽了，反正都是姚家人，自己替丫头出了气就行。这边刚下好药，就见斐月抱着2个大大的木盆子从老太爷的房间里闪出来。过去看看，那个房间是姚成的住处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崽子占据了小丫头的身份。丰年咬牙切齿地窜向东厢房的屋顶。我可怜的成儿，小小年纪就要跟为娘分开，可是娘拗不过你祖父，以后要好好读书，不要调皮，不要惹祖父生气。成儿前2天才遭了难，现在又要跟娘分开，这心里得多难受呀！夫人，小少爷已经睡了，您这样会把他吵醒的，要不奴婢伺候您回去休息。不了，今天晚上是成儿住在正院的最后一天，我陪着他。夫人，您这样会休息不好的，这事儿要是传到后院，夫人指定要被老太爷指责。你下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就行。走吧，姑娘如果想认这家人，她自己会找过来的，咱们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